前世因为我太能吃，还长得超级胖，被我妈以10块钱的彩礼嫁给村上臭名昭著的小混混。他每天游手好闲，醒来就是玩我。结果婚后不满1个月我就怀上了。令我没想到的是，我的好姐姐嫉妒我比她早怀，于是趁混混不在家，以保胎为名把我骗到卫生所给我流产。后来孩子没了，混混把医院砸了，我唯恐他出来会杀了我，于是连夜跑到城里。我以为逃离了绝望窒息的婚姻，殊不知在离开混混后的数十年里，我过得生不如死。直到被人害死时才知道，在我离开后，他像发了疯似的满世界找我。那个被我视为恶魔的男人，才是世界上唯一在乎我的人。在生命的最后，我躺在冰冷泥泞的地上，视线逐渐模糊，直到再次睁开眼时，我躺在乡镇的医院手术台上。我重生了。老师躺好，麻醉师马上就要来了，别耽误我们下班。我不做手术了，这孩子我要留下。2名医生将梨花按住，这时麻醉师走进来。老刘，给他把麻醉打上，这女的是精神病，她家里人说了，无论她怎么闹都得把孩子做了。我不是精神病，放了我。别闹了，你不是精神病，你是小仙女。小仙女打1针就去见玉皇大帝了，听话。情急之下，梨花只能朝外大声呼喊：于川，你在哪？有人要杀你儿子，让你老于家断子绝孙。房门被一脚踹开。我干他祖宗18代的，谁敢动老子的儿子，老子半夜刑死他妈，看他一户口本个狗娘养的。于川一眼就看到被摁在床上的媳妇。我干你娘的，敢欺负我媳妇！说着就要动手，梨花赶紧拦住他。不能打。松手，瞒着老子打胎的事儿，回去再给你算账。你敢打人，我就打你儿子，我隔着肚皮打。于川顿时一僵。看什么看，全都给我整过去。看着媳妇泪流满面，于川又忍不住咆哮：你们是不是打我媳妇了？别吼一声，是我太想你了。还说没打他，给我媳妇都吓得说胡话了。说着就要动手，梨花赶紧撂狠话：你敢动手，以后就不要上炕了。医生把梨花带走，开了一些保胎药。去窗口缴费吧。于川摸了下兜，里面就剩俩5分钱的钢镚了。他眼珠一转，嗓门拉高：你们给他动手术，有大队和公社的介绍信吗？不合规矩给我媳妇动手术，差点害死老子的孩子，还敢跟老子谈钱？不能打人，好好跟他们讲道理。你们是收红包了吧？院长在不在？我想跟他谈谈。卫生局在哪儿我也知道。医生欲哭无泪：你们俩这是唱双簧呢。最后1分钱没花，俩人就拿到了安胎药。回去路上，于川想要吓唬一下他：你这个女人，属实是。可看着梨花的可怜模样，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你好凶！你刚跟医生不是胆挺大？他们是外人，我不怕他们。你是家里人，跟他们不一样。你不吼，我才跟你说话。于川心头一喜，这是把他当家人了，正想拿出根烟点上。2手烟对孩子不好。想管我？怀孩子的女人闻2手烟，可能会让孩子畸形、流产、早产。以后你不要抽了。这回你倒想着肚子里的孩子了。如果不是老子及时赶来，你是不是要把孩子拿掉了？知道你不愿意嫁给我，天天琢磨跑路，你要走也得把孩子给老子生下来再走。说着他又拿出1支烟，结果梨花直接抢过来扔到地上，然后踩得稀碎。烦了你了。你凶什么凶？我都说了不要当着孕妇抽烟了。还有，我没有不要孩子，我是被人骗来的。想起自己前世的委屈，梨花就忍不住的落泪。不许哭！他们欺负我，你也欺负我，我都吓坏了，你还吼我，你冤枉我不想要孩子。我哪儿欺负你了？不哭啊，天冷脸该皴了。喂，你这女人眼泪怎么越来越多？你再哭，老子！你还凶！我天生嗓门的，不是喊你别哭了。你说别人骗你来的，谁骗你来的？告诉我，我揍他！你不出去打架，我才告诉你。于川眼睛一眯，突然觉得今天梨花很反常，装得这么乖，该不会想跑吧？是不是李有才那个王八羔子对你贼心不死？你要打掉孩子跟他走？李有才和梨花从小一起长大，如果不是梨花后妈贪财，这胖媳妇怎么也轮不到她来娶。然而梨花听到这个名字，眼中却迸发出仇恨的光芒。上一世就是李有才将她害死，只为骗取大额保单。既然重生归来，她一定要让这个人渣付出代价。不要提这个人！就这么舍不得李有才？梨花弯下腰，直接用小脑袋撞了上去。烦了你了，敢撞我！你提那个王八羔子干嘛？你一提他我就恶心，不让你说你还一直提。你真不喜欢李有才了？你还提他？好，不提了。不是李，小白脸教唆你打胎，那到底是谁？你得答应我，让我来处理这件事。你只能协助我，不能上手。别墨迹，快说！不上手，我可以用脚踹，还可以锤，用铁锨凿，小穴上抹点蜂蜜，沾上小米，让鸡煮。是我后妈带过来的柳腊梅，我们回去找她算账。哦，母的，那就不能去上抹蜂蜜了。抹什么蜂蜜？没什么。梨花想要尽快回家去毒柳腊梅，于川却把她带到了供销社。咱身上就5分钱了，你要干嘛？一会无论你看到什么都别说话。梨花心里一紧，想起前世于川因为抢劫被警察带走的画面，
只见他走到一个女人面前说了几句话，回来时候手里就多了1块钱。你钱哪来的？拿糖票换的。这个时期购买东西加上票价格会优惠一些，所以用票换钱，双方都有得赚。你怎么知道那个大娘需要糖票呢？她篮子里装着鸡蛋还有罐头，满脸焦虑，很可能家里有病人，这样的人肯定需要糖票。梨花恍然，原来如此。站着等着，我买点糖去。咱省着点花吧，不要买糖了。你该不会以为老子养不起媳妇和娃吧？乖乖等着。过了一会，于川就拎着个袋子出来了。看什么？老子可没偷没抢。你这东西都怎么来的呀？于川把包裹放下，恶声恶气道：赶紧看，看完你就举报老子去。梨花蹲下看了看，除了一大包白糖，还有些针头小物件。咱屯离镇上近，这些玩意没人要，可明天我拿到偏远村子，一转手就是不少钱。工商局就在前面，我给你带路。我举报你干嘛？我又不傻，你进去了，我娃岂不是没爹？有些话我还是要和你说清楚的。于川一激灵，来了，哭唧唧举报警告。你在外面做事是为了咱家，我理解，可你心里得有底线，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你咋知道我肚子里的孩子以后就当不了领导？跟当领导有什么关系？孩子爹如果有案底，娃以后就当不了官。万一我肚子里揣着是未来的领导，你忍心让他失去机会？咱儿子还能当领导？原是因为我太能吃，还长得超级胖，被我妈以10块钱的彩礼嫁给村上臭名昭著的小混混。婚后我拼命的逃离，却不知这个我视为恶魔的男人，才是世上最在乎我的人。当不了领导，当个跟爸爸一样的大商人，跟妈妈一样当个文化人，不也挺好？等孩子长大，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我都教他好好读书做人。你得给孩子当榜样。咱家可以出领导出人才，就是不能出做巴黎子的。咱一会找柳腊梅，跟他要说法，跟他妈把彩礼要回来都可以，但动手砸人家打人就不行。以后你做事前想明白，只要不进去，怎么都好说。把你的小心眼放肚子里去吧，我这点金额上面都懒得管的，就算再大点，也不过就是180的罚款。话说一半，于川猛地反应过来，等会，你刚说什么？把彩礼要回来？王家围子有好多个屯，杨家屯在里面算是小的，里面有40户人家。梨花透过破烂的门往里看，院里堆得乱七八糟。于川见他站着愣神，还以为是怕他的后妈。你站着等着。有你在，我怕啥？走。哼，现在知道你男人厉害了。说完，于川就将门一脚踹开，然后扯开嗓子大喊：刘腊梅，滚出来迎接你爹！这一嗓子让隔壁的老李家瞧见了热闹。老于家的节流子这是抽什么风了？跑到老张人家闹腾了，哈哈！还让他媳妇的姐喊他爹呢，差辈了吧？于铁根的热闹你们也敢看？不怕他把你俩踢河里去？专注较真的于川听见了动静，放你爹的屁！老子现在不叫于铁根了，再让我听你们胡咧咧，砸你家玻璃去！李家屋门以最快的速度关上。唉，你别跟人家那么凶啊！李家大哥对我还不错的。于川一听，惦记上他媳妇了，这还了得？掐指一算，这玻璃怕是有一截呀。不是你想的那种，他家嫁出去的理应跟我差不多大，我在家当姑娘的时候经常一起玩的。于川这才收回算计人家玻璃的心思。这时老丈人陈开德出来了，看到门都被女婿踹没了，血压蹭蹭的往上涨。你这是干啥？冤有头债有主，你往边上站，让柳腊梅出来受死，让他和他那黑心肝的娘给我媳妇磕3个响头，否则没完。腊梅也是你姐，你咋能一口一个死啊活的？于川迟疑的看了眼梨花，别听他的，媳妇发话，他就没啥顾虑了。正想进院子，后妈王芬芳窜出来了，直接就给了陈开德一逼兜。你是他岳父，赶紧说一句话啊！他要打腊梅，我就领着腊梅回娘家，你自己过去吧。有啥话咱好好说，别让邻居们看笑话，让人家看你们这么闹成什么样子。梨花本来在看戏，听到这句话直接拉开于川。看什么笑话？笑我男人还是笑你那个好女儿？要不是他把我骗到乡镇医院做流产，我男人能气成这样？你们把柳腊梅叫出来，别让他当缩头乌龟。你别血口喷人，我闺女好心好意带你去医院，说你让于铁根气得动胎气了，你这一路还跟腊梅骂他，咋的？你怕于铁根打死你，也不能往我们腊梅身上泼脏水啊！你个黑老婆子，心烂嘴烂皮眼子烂，记性也烂了。老子早就改名了，当初就在全村面前说了，谁再敢叫老子于铁根，老子就揍谁。咋的？你长得丑，我就不敢揍你了？王芬芳气得脑瓜子直嗡嗡。你听听，这还像话吗？我好歹也是陈梨花的后妈，哪有女婿跟妈这么说话的？于川，你眼里还有我这个爸吗？陈梨花，你别以为嫁出去就翅膀硬了，带她回娘家闹什么，在家就不成样子，嫁人后更混。听到老丈人骂自己媳妇，于川一下兽血沸腾。陈大爷，你让开，别挡着我削柳腊梅那个货。柳腊梅，给老子出来，等老子进屋拽你呢。柳腊梅硬着头皮出来。妹夫，为什么骗我媳妇打胎？梨花，咱姐俩处3年，我平日里对你咋样？
我送你去医院是想救你娃，谁知道医生听错了，真不怪我。柳腊梅，你想打发我们走，再去医院威胁医生跟你串口供？刘腊梅一僵，平日傻了吧唧的丫头，今日怎么这么精了？别费心思了，医生都跟我们说了，你谎称我是神经病，让他们给我打麻药做流产。想弄死老子儿子，老子先捶他个生活不能自理。来时你怎么答应我的？老子不管那么多，他皮子松了，我帮他紧紧。言而无信的男人不能上炕。给你们2个选择，把彩礼还给我，我去找村长说理。梨花糯唧唧的声音让于川笑出了声。我们老于家的风水养人，我媳妇在你家待了20年，唯唯诺诺就会喵喵，到我家才不过1个月都会好好说人话了。陈梨花王八羔子，信不信我大嘴巴抽你？打个试试，叫谁王八羔子呢？你才是老王八，还是给人家养孩子养的屁颠屁颠的老王八。你家祖坟冒黑烟生你这么个玩意，老丈人都骂。你家祖坟冒巴巴，除你这么个不知廉耻的老妖婆子，我丈母娘才走2礼拜。你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后领着个脑袋进水的王，进我媳妇的家，我仅代表王家围子、杨家屯父老乡亲，挟权争鸡鸭鹅狗猫。像你这勾搭别人男人打别人娃，兼而不自知的老妖婆子发来问候。我磕巴什么？你骂我媳妇时不是嘴挺溜的？有能耐打你那头胖的跟牛屎似的孩子，欺负我媳妇文化人，不会对你是吧？梨花比我胖。于川的一顿输出里，柳腊梅对这句最受不了。撒泼尿照照，你跟我媳妇比，我媳妇是仙女下凡，国色天香，你是哪个山洞癞蛤蟆成精，跑我这吐泡泡？梨花摆摆手，示意他别忘了正事。还我彩礼，还是让我找村长？哪有给彩礼还往回要的？提前就激动，大风车路过你家都得挖一勺尝咸淡，老子要给彩礼也得给正经丈母娘，你算哪颗小白菜？哦不对，你是老菜帮子。我妈回城前，你答应她照顾我，但你没做到。我那俩当兵的舅舅也对你说过，你欺负我，他们就拆你房子。陈开德顿时一激灵，他不怕梨花娘，但怕小舅子。文化人就是不一样，媳妇，你这么会说话，以后多说点，跟咱舅说一声，他们要嫌道远就来个信，我替他们拆。200块可不够他盖房子的，陈开德只好让王芬芳把钱拿出来。5分钟后，梨花带着于川出了陈家门。于川发现走的方向不对，媳妇，这不是回家的方向。去村长家。我只问他们拿钱还是见官，可我没说拿了钱就不报官。文化人就是不一样，你比老子还狠。姐嫉妒妹妹比自己早怀，于是以保胎为由哄骗妹妹去卫生所流产。得知真相的妹妹带着混混丈夫找上了村长。大爷，你没吃呢？刚烤个土豆，你俩就窜进来了。晚上我给你送苞米饼子，我妈手艺都教给我了。村长表情变了，早年闹饥荒，如果不是梨花娘给他送的苞米饼子，他早就饿死了。他明白梨花这是跟他要人情呢。梨花，是不是铁根欺负你了？梨花这么好的姑娘，你欺负她我不同意。她对我可好了，是别人看不得我们好。梨花把来龙去脉讲了，村长脑瓜子大3圈。大爷帮你说说，可你也别抱太大希望，你后妈那张嘴，死的都能说成活的。梨花料到会是这样，村长这人倒还行，就是做事有点圆滑。大爷，我爸看到我就打，我这怀了孩子不敢进去，他把玻璃都砸碎了。玻璃不是我砸的吗？小兔子似的媳妇也会睁眼说瞎话。那你让大爷咋办？您替我传个话，告诉那黑心娘俩，想凭这事儿，柳腊梅今年公分算我头上，王芬芳的公分给我婆婆一半。梨花，你提的有点多吧？我儿子差点让他给弄没了，提点要求怎么了？他为啥对你下这么狠的手？我记得你俩之前处的还行啊。梨花看了眼于川，把村长拽一边，嘀嘀咕咕。啥？太不像话！你说的都是真的？我能撒谎？大爷回去问问你儿子就知道了。我找他们去，当初就不该让他们娘俩进咱们村，搅和的乌烟瘴气的。村长健步如飞，朝着老陈家去了。媳妇，你跟他说啥了？咋气成这样？秘密，你表现好才告诉你。你告诉我呗，别走那么快，小心地划摔了儿子。张口闭口儿子，你重男轻女。你在医院不也喊儿子吗？那是为了吸引你才喊的，你果然上钩了。于川喘着粗气，女人果然都是不讲理的。女孩也好，头胎女孩还能再要一个，俩孩子多热闹。再生个女儿呢？嫌我不能生儿子，我给你腾地方再娶一个。梨花把200块钱塞到于川手里，这个你拿回去，村里那么多女孩，你拿钱挑个保生儿子的。于川头皮都麻了，不知道媳妇咋就发火了。突然后脑勺一阵凉风，一只布鞋飞了过来，不用回头也知道是他娘来了。我在后面都听到了，咋的？没皇帝命还沾了皇帝病，不是儿子不行？没有啊，我冤枉啊。梨花，娘给你撑腰，他再胡咧咧就揍他，你不敢打我打。于川对着梨花瞪眼，行啊，会告状了。你能娶梨花都是烧高香，还敢挑，闺女小子都一样。
老赵家生俩儿子，却把亲爹饿死了。老王头4个闺女孝顺，谁不羡慕？命里有啥就是啥，啥人啥命天注定，知道不？我没觉得女儿不好，哎，说不清了。我以后不叫了，梨花生个蛋我都高兴。你搁那拍蚊子呢？使劲打，打肿你个不要大脸气媳妇的。这时王翠花注意到于川手里的钱，咦，手里钱是咋回事？于川顿感不妙，正想跑路，却被他娘一把攥住领子。臭小子，老娘养大的，你一决定我就知道你拉几个粪球。说我们把彩礼要回来了。梨花把今天发生的事说了出来。啥？有人要杀我小孙儿，你俩先回去，钱让梨花收着，我找他们说理去。王翠花嘴里的说理，就是堵着门骂人，祖坟都能让他骂冒烟。根儿啊，你给娘弄一舀水来，晚上不用等我回家吃饭了。梨花一听，好吗？还带战斗不挤的。娘，咱先别去，村长在呢。村长多个干巴，县长来了都不好使，算计咱家人，欺负咱家没大人，谁也不好使，谁敢拦着我，我连他一起骂。对了，你刚跟村长说啥了？柳腊梅跟村里好多男的都勾勾搭搭，也包括村长儿子。我跟村长说了，他挺生气的。王翠花脑瓜一转，知道这回村长巴不得快点处理柳腊梅了。那咱们走，回家吃饭。梨花今儿受惊了，能给你做好吃的。哎，娘，你不去骂了？你呀，多跟你媳妇学着点，以后多用脑子，少打架。梨花知道婆婆是看出了自己的小心思。娘，我也是担心你和于川，咱以后还要在村里过的。哎，越大越像你娘，你要有你娘那2下子，咱以后日子就好过了。娘，你跟我丈母娘很熟？咋不熟呢？要不是你丈母娘心眼好使给我出主意，你小子能活到现在浪得没边，还娶了梨花，咱娘3说不定都活不下来。梨花疑惑地看着婆婆，她可从来不知道婆婆和母亲的关系好。总之，你记得对梨花好点。梨花啊，你也别怪你娘，她有她的难处。嗨，说这个干啥？回家吃饭了。梨花低下头，她心里有个结。母亲回城时说会回来看她，可一转眼3年过去，却杳无音讯。她也明白女知青回了城，一般都不愿意回忆乡下的感情史。突然，于川握住了梨花的手。我娘给你，我不抢。这老太太事可多了，都给你我就省心了。你要乐意，她就是你亲娘，以后我叫她丈母娘都行。你是不是傻？虎不拉几的，一天不打上房揭瓦。梨花破涕为笑，她这是看出她难过，安慰她呢。日子重新开始了，一步一个脚印的过，总会越来越好的。回到家后，晚饭刚做好，还没开吃，村医媳妇就找上了门。梨花，你娘家出事儿了，快回去看看吧。出啥事了？你爹把村长打住院了，以后妈闹着要上吊呢。陈家院门外围满了看热闹的。王芬芳踩着个矮凳子，房梁上挂了个比筷子粗点的绳子，扯着嗓子嗷嗷哭，不活了，这日子没法过了。柳腊梅拽着她的衣角，抽泣着喊道：大爷，劝劝我妈啊！陈开德不吭声，自顾自地蹲在一旁。于川领着梨花进来，柳腊梅冲上来指着梨花骂：你还敢来？你害我妈上吊，不把这个家闹散了不罢休。嘴怎么这么丑？站远点，别熏着我媳妇。为什么上吊？柳腊梅支支吾吾不肯说。我们刚来也不知道咋回事，找个明白人问问。老杨家3小子，你说咋回事？几岁大的小娃，正是学舌的年纪。腊梅娘说村长缠她身子，村长骂腊梅娘跟吴老二睡过，她嫌脏，陈家二大爷就动手了。娘，啥是睡过啊？小孩家家瞎问什么？造孽，整这见不得人的巴巴事儿，带坏小孩啊！于川的这一问，直接把场子点燃了，院外就跟炸锅一样的讨论起来。往我身上泼屎盆子啊！我不活了！妈，别想不开啊，都是梨花造谣编排你啊！大爷，你快管管啊！姐姐以保胎为由，哄骗妹妹去打胎，事情败露后，全家被村里人围观，后妈又哭又闹又上吊。往我身上泼屎盆子啊！我不活了！妈，别想不开啊，都是梨花造谣编排你啊！大爷，你快管管啊！下来，别让人看笑话。梨花也没想到会弄成这样，她本意只想把柳腊梅弄走，却没想到翻出了王芬芳的旧账。陈梨花丧门星，你跟村长造谣，抹黑腊梅编排我，你这是要我死啊！于川听到媳妇被骂了，顿时不干了。你脸跟腚长反了，偷人的是你，害我媳妇差点流产的是你家小崽子，被拆穿恼羞成怒。他在家，鸡不下蛋，狗不看家，地里收成都少了，还不是他命里待客。见人就是贱，身上猪肉都长到8毛5了，你怎么还这么贱？人见四处睡，嘴见到处喷，对着粪坑喷，你能把茅坑给喷炸了？日子过成这鸟样，心里一点数没有？油瓶子倒了都不知道扶的懒货，养一堆公鸡下你大爷的蛋，狗都嫌弃你们不要脸，地不耕哪来的收成？你以为谁都跟我老丈人似的，啥也没干，给别人养闺女？王芬芳骂不过于川，只能骂梨花撒气。他那金贵的娘就是被他克走的，克完亲娘克后娘，我不活了。陈梨花，
事儿是因你而起，让人看笑话没够。梨花眼神变冷，老头子最终在女儿和后老伴见选择了后者。他骂我丧门星，你也这么认为吗？你娘是你克走的，这回你又要把后娘克死了。别辜负你们对我的期待，我看能不能把她克死。梨花一脚踹飞椅子，王芬芳腾空一通扑腾，绳子不堪重负的断了。死了吗？他这重量配上这么细的绳子，在地心引力的作用下摔下来是必然的。你不是说我克你吗？克死你了吗？经过这么一闹，刘腊梅是在村里待不下去了。于川拿出根糖递给梨花，奖励你的，以后再吵架你还上脚踹。梨花摇头，没心情吃。张嘴。真不用。嫌小，回家给你吃大的。胡说什么？这不挺好看？别总死气沉沉的，在外面别胡来。我名声坏的也不是一天两天，谁在乎？这时杨家三小子正好路过，他说你俩咋还不回家？刚还吹牛说不在乎的男人马上装了起来。我媳妇崴脚了，我帮她看看。梨花，我背你回去。梨花不愿意，站那不动。快点，你想让大家觉得咱在外耍盲流子啊？你不就是个盲流子，还有耍？哦不过的梨花选择妥协，被于川背着走了。可惜梨花这么俊的小闺女给了他了，要是梨花亲娘在，轮得到他？娘，叔是好人，之前还给我买烟糖呢。给你个糖就说人家好了。李老于家那该篓子远点，你晚上睡一半起来嗷嗷哭，他把你抓走，扔山里喂熊瞎子。抓走天天给我糖，我也愿意。娘，我们老师说了，背地里不能说别人坏话，你不能说书。他给我买糖了。就你话多。娘俩的话顺到于川耳朵里，被村里嫌弃也不是一两天了，听得多了也不在乎了。可媳妇还在身上趴着呢，察觉到他身子僵僵的，于川沉声问道：怕我？放我下来。于川赌气似的回道：不放。我这么重，你要是闪了咋办？我140斤啊，140斤你知道啥概念不？一麻袋子大米，还得加1/4袋子土豆。于川一愣，140斤。身后的小人又是一降，可能长了点，也就141、2、3。怀孩子胖点怎么了？哈哈哈，一麻袋大米外加1/4袋子土豆，你要把我笑死。放我下来！你在生产队干活时说你祖传3代腰间盘突出，不能扛重，谁把你腰累坏了，你就躺谁家炕上不走。一麻袋大米我是不会背的，可背我100多斤的媳妇还是有力气的。你要把我腰压断，我就躺炕上不动，你全方位的伺候我。于川，文化人急了也是会咆哮的。察觉到梨花心情转好，于川这才问道：你刚刚为什么跟死了爹似的？你说我是不是真的命里犯克呀？于川适时的停下步伐。王芬芳说的对，我命里带克，我那个八字就不太好。得亏你没早10多年出生啊！早10几年，你满脑子毫无根据的思想都得关棚里。咱们要相信无神论。我妈生我后就没开心过，我身边的人也总有不幸的事发生。我爸找人给我算过，说我命硬克家。梨花在陈家时装的挺硬气，但王芬芳那句命里带克的确戳到他痛点了。砸他一块玻璃太便宜他了，我去把他后院玻璃也砸了。别闹，我跟你说正事儿呢。我说的也是正事儿，他为啥不找咱家老太太算？咱俩扯证之前，老太太给你算，说你旺夫一子，生的儿子有能耐，生的闺女好看聪明，谁娶了你谁能发家。咱娘又不是真会算。咱娘不会算，你那黑心肝的爹找的人就会算了，都不是真的，为啥不挑个好听的信？就你爹那喝大酒的，谁跟他过日子能开心起来？我就不一样了，你跟我过过看，肯定天天高兴。可我家的鸡鸭不怎么下蛋是真的，别人家养猪都生好多崽，我家养猪生1头。于川沉思了片刻，似是下了好大决心。你保证不打我，不会不让我上炕？我告诉你个秘密。啥？你家的鸡鸭不是不下蛋，是让我偷走了。也不能说偷，是拿。不经同意拿走那才是偷，丈母娘允许那不就是拿吗？陈开德每天借钱喝大酒，但捡回去也轮不到梨花娘俩吃。总之你绝不是客家的人，你嫁过来后，咱家鸡早晚都下蛋了，绝对旺夫。早晚都下蛋，难道不是因为你往鸡窝里扔2踢脚，把鸡下到生理异常？那个不重要，你啥时候偷我家鸡蛋的？鸡白天下，我白天拿，晚上下晚上拿，等你家关灯后，篱笆又不高，随便就翻进去了。说起偷鸡蛋，他还总结了一套规律，要观察周期，如果很早捡到鸡蛋，那以后的日子会渐渐推移，直到下蛋推移到傍晚，那就要等一段时间才能再下了。狗为啥不叫？敢叫？梨花恍然，村里人都怕他，更别说狗了。我家猪的崽子呢？是不是也是你偷去卖了？啥猪仔？长啥样？你是不是知道内情？不知道。他不是不讲义气的人，出卖丈母娘的事儿，打死也不能做。我打听下，看看那时候谁家猪跟我家差不多时候下崽，偷几个鸡蛋我还能忍，偷我家猪崽绝对不行。于川脑袋冒出冷汗，真不是我。那是谁？哎，媳妇你看，天上的月亮咋那么亮？梨花不接茬，继续问道：
你跟我妈很熟，你偷蛋她默许的。走走走，赶紧回家，我都饿了。于川加快步伐，背着梨花匆匆往家赶。中途路过李有才的院子，看着感情不错的小夫妻，李有才呸了一口：“先让你嘚瑟一回，早晚梨花不要你。”梨花见于川不肯承认偷猪仔的事，便换了个话题：“听说最近猪肉涨价了，想吃？明天我卖了针线给你买。”猪肉涨价了，抓猪仔也贵了吧？就我家那些猪仔，要放在现在卖，能不少钱吧？当年是亏了吧？可不是嘛，10多斤一只，才卖了4块钱。草，大意了。我家猪下了几只？你帮我妈倒卖多久了？有提成吗？你不要抓住一个问题不放，都过去几年了。于川恼羞成怒，声也大了点。梨花本就胆小，眼泪不自觉就被吓出来了。别哭啊，我又不是针对你，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不。于铁根，王翠花拎着铁锨就冲了出来。娘，你干啥？我跟梨花说话呢。我站在台阶上都看到了，她好声好气的跟你说话，你吼她，你嗓门大，你怎么不去卖破烂？这大嗓门含9瓶报纸牙膏皮刚好，你在家嚷嚷啥？于川吃了哑巴亏，求助的看向梨花，快说老子没欺负你。娘，我怕。你别怕他，他就长了个傻大个，啥也不是。再敢吼你，手边有啥就抓啥，使劲打他。说着举起手中的铁锨，看见没，就得这么干。男人这玩意就是这样，你越老实他越欺负你，看他有点张牙舞爪的苗头就得敲打他，他冒个头你拍一下，拍到他不敢跟你起刺儿为止。老娘们不当家，日子怎么过好？你得支棱起来。娘，你是她婆婆，不是她娘啊。下午你自己说的，以后管我叫丈母娘的。梨花破涕为笑，看他笑了，母子俩同时松一口气。走进屋吃饭，给你留了个煮鸡蛋，还热乎呢。于川走在前面，突然就被王翠花踢了一脚。踹我干啥？看你走路的姿势都来气，大模大样的，装什么大尾巴狼？行，婆婆欺负我，以后别让我干活，你让梨花耕地去吧。你敢？梨花怀孕哪儿能干体力活？不行，这臭小子太不着调。梨花啊，你今晚跟娘睡的，不要跟他在一起。梨花还真答应了。不行，我没同意，坚决不行。他努力了1天才达到的上炕成就，被亲娘一票否决了。等你啥时候不欺负媳妇了，再让梨花回西屋。几人进到屋内，饭桌边坐着个正在剥鸡蛋的小丫头，见到梨花回来了，飞快地将鸡蛋吞进嘴里。那是给你嫂子吃的，吐出来。小丫头欠欠地张开嘴，啥也没有了。王翠花气得要动手。娘，娇娇正长身体呢，多吃点挺好，不能打孩子。还不谢谢你嫂子？谢她干啥？她又不想当我嫂子。是不是太久没揍你了？于川一把抱住想逃跑的妹妹。放开我，于铁根，你不是个好饼。嚯，于铁根是你能叫的？我看看你长几颗牙，掰下去几颗，省得你乱说话。没轻没重的伤了娇娇怎么办？我不用你假惺惺，你看不起我哥，你也看不起我，你看得起谁找谁啊？别以为我不知道，家里今天吃鸡蛋，你就假装跟我好，明天鸡蛋没了你就跑了。听到这话，于川母子俩同时变了脸色，担心梨花被这丫头吓跑了。可梨花有着上意识的记忆，知道这小丫头的心地并不坏。鸡蛋吃完了，还有鸡，还想吃我家鸡？鸡吃完了，还有猪，猪也不放过。那2只大鹅，岁数跟你差不多。娇娇哇的一下哭了。娘，他连铁饼和铁球都不放过。王翠花忍着笑回道：没事，铁饼和铁球都9岁了，肉老。你敢吃铁饼和铁球，牙给你崩掉了，到时候你喝粥都往下流。粥字怎么写？娘，哈哈哈，吃了没文化的亏，还考不考0分了？你嫂子跟你开玩笑呢，别哭了。我不吃你鹅，你也别跟我吵，你保证？那我今天不跟你吵了，剩下的蛋黄也给你吃。不行，那是给你的。我胃口不舒服，吃不下，喝点苞米粥刚好。娇娇思考了一瞬，似是下了好大决心。我明天也不吵你了。吃过晚饭后，于川靠着墙壁凹造型，王翠花白了他一眼。梨花，走回屋。娘，他睡觉不老实，我怕他踢你，要不我领回来好好教育。我就喜欢挨踢，一晚上离开媳妇睡不着觉。我是那种人，你愿意跟这个踢背磨牙还打呼噜的女人在一起，你就搂着去吧。我什么时候踢背磨牙打呼噜了？你能娶到媳妇真是祖坟冒青烟。最终于川还是没能把媳妇抢回来。第2天天刚蒙蒙亮，梨花就在厨房里忙活起来。怀着孩子就多睡会，有我和铁根不用你干活。睡够了，我一会看村长去。昨天答应给他玉米饼子，我家的事儿让他受伤，也挺过意不去。那老狐狸精没有好处他才不帮忙，嘴上说为你，还不是为了他儿子，不用领他这个情。王翠花嘴上这么说，从兜里摸出2张1块钱递给梨花。别光拿饼子，买瓶罐头，你陪着梨花去看村长，大队会计调走了，咱们梨花有文化，
让他去。生产队早晚要散，搭个人情，没多大意思。你听到啥风声了？周围几个村都开会了，就咱大队没动静。别的村同意解散生产队了。早晚的事儿，这1-2月咱村也会开会。梨花很佩服于川这一点，整天东窜西窜，消息十分灵通。安心养胎，赚钱的事儿有你们呢，我出去办大事了，你在家乖点啊。于川转过身，朝院子外晃荡走了。浪得没边，一天到晚没个正事儿。梨花带着礼物找上了村长家。大爷在家呢？在呢。在村里有客人不出来迎接，算是表达不怎么热拢的态度了。梨花走进院内，把礼物放在门口。村长见状，神色有所缓和。来就来，拿这么多东西干啥？大爷是为了我的事儿才受的伤，我过意不去。村长跟他寒暄了几句，然后说起陈家人的事。他们想大事化小，他们愿意接受你说的给公分的事儿，只求不把柳腊梅送走。大爷，你也别替我难受了，我婆婆算了，柳腊梅在羊屯待不住，后面再有啥事，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行。你婆婆算日子没？啥时候的倒霉？就这3-5天的，肯定有天谴。我婆婆说了，见不到血，就是让她离开羊屯。村长哪里想得到，这次是梨花自己要复仇。梨花，咱生产队的会计走了，你要不要过来当会计呀？谢谢大爷，我不想当会计，我想去村里小学代课。我小姑子的班主任回去生孩子了，这几个月我来代替她吧。什么？中专生教小学，这不是拿着大炮打蚊子？村里肯定愿意，可你婆婆能同意？就代课几个月，我婆婆那没问题的，不是说代课费特别高吗？话虽如此，可等你代完课，村里会计可就没位置了。梨花，你回去跟你婆婆商量一下。如果梨花要是自己闺女，她非要一耳刮子打醒她。可梨花胸有成竹，这不是好差事，而是烫手山芋。从村长家出来，路上遇到了让她恨得牙痒痒的男人。梨花，好巧啊！重生这一世，梨花再次遇到了她恨之入骨的男人。上一世她对李有才照顾有加，可李有才却为了骗取大额保单，将梨花推下了山崖。找我什么事？李有才一直对梨花有想法，看着她的目光充满了贪婪。梨花，于川是不是打你了？你要留掉他的孩子，他不会放过你的吧？你不要怕，有困难可以来找我，无论你有什么困难，我都会帮你的。你胡说什么呢？我们又不熟。于川他不是个好人，他知道你要流产时，满村嚷嚷着要打死你，我担心你，毕竟我们是同学。哼，那我真是得谢谢你的关心了。梨花，于川的爷爷就是占山为王的胡子，他家祖传3代脾气都不好，如果遇到了威胁到你的安全，甚至是生命的事，一定要告诉村里啊。上一辈的事我不太记得，不过我记得你爷爷和你爸爸都是入赘的啊。你不是在高中当老师吗？怎么无缘无故的回老家了？我是想建设好咱们家乡才回来的。梨花差点笑出声，真够不要脸的。我刚从村长那回来，他说大队缺个会计，问你要不要做呢。上一世李有才当会计，因为挪用公款被判了几年，所以梨花才会把这个职位留给他。会计的事儿再说吧，我觉得北方发展也不是很好。梨花，你听过 Q 市吗？李有才的话让他陡然生凉。Q 市正是前世他被害死的地方。梨花深吸一口气，让自己冷静下来。从关里出关外的第一个城市，上学时看过地图。我有个亲戚在那边，说是挺好的，比北方发展快。你有学历，可以试试。梨花怕继续聊下去自己会失态，便匆忙离开。这么胖还好看的女人，我就见过这一个，瘦点就好了。有才哥，李有才回头，他等的人到了。有才哥，梨花欺人太甚，败坏我的名声，我现在在村里都没法待下去了。虽然王芬芳到处托人情让他留了下来，但是名声已经臭了。有才哥，我们什么时候结婚啊？我都是你的人了，你要是不要我，我以后可怎么办啊？不急，等我有稳定工作也好给你个安定的生活。李有才说着贴心的话，心里却盘算着怎么把柳腊梅这趟手山芋甩掉。梨花一路回家，心砰砰跳，手心冰凉，呼吸急促。李有才为什么会平白无故的提起 Q 市呢？ Q 市机会比这边多，这是不对的。难道他也重生了？一想到这，梨花就遍体生寒。突然一道声音打断他的思路。梨花，只见于川坐在篱笆上，手里还拎着一大块猪肉。烦不烦人？有门不走，非要翻篱笆。这不是着急哄你吗？你这没良心的！赶紧进屋。进到屋内，于川拿出几张毛票，加起来也有几块。买了排骨还有这么多，你爷们厉不厉害？真厉害。如果不蹦跶着翻篱笆，就更厉害了。媳妇，娘和娇娇不在家，要不咱们……我刚刚看到李有才了。那个臭不要脸的想干嘛？李有才说，你知道我去医院流产，满村嚷嚷要杀我。我什么时候满村嚷嚷了？他造谣，但你也有让人相信谣言的能力。于川沉默了，他知道梨花是在说自己。你不用不服气，我说的是事实。
刚遇到问题就砸东西，3句2句就喊着打打杀杀，别人抓到你的弱点，利用这个造谣，说出去10个人9个都信。那你为什么不信？首先，我相信你不会那么做。其次，李有才的话有破绽，他说全村人都知道了，那为什么咱娘不知道呢？村里没有人比娘的消息更灵通，只有一个解释，他撒谎了。前世的梨花光顾着害怕，根本没有仔细分析过。昨天你是怎么知道我去医院流产的？那时我在跟人干架，不对，交流感情，眼看就要交流赢了，老王家的孙子过来找我，说你去医院留孩子去了，我一路跑着就过去了。你就没觉得奇怪吗？一个刚上小学的孩子，他知道什么是留孩子，凭你在村里的口碑，哪个孩子敢靠近你？肯定是有大人传话。你是说李有才利用孩子传话？从昨天的情况看，村里只有柳腊梅和李有才知道我被骗医院去了，我有理由怀疑这是他们俩串通好算计我的。如果我没有及时从手术台上醒来，他们的奸计就得逞了。你脾气这么坏，肯定会把医院砸了。李有才那些话让我听到了，我说不定就吓跑了。敢跑，腿给你打断了。你又在逞口舌之快，明明不会动手，非得要装大爷。李有才就是把你和我研究透了，才会出这阴招。宜川雨夜，文化人左右都是理，说不过他。那我现在找李有才算账总行了吧？让他干这些见不得人的玩意。我给你拿菜刀去，他弱得跟小鸡似的，你3秒都不用就能结束战斗，砍人不过3秒，后半生都得在牢里待着。等孩子长大了，我领着孩子看你，让他记住就是你害他不能考公务员，不能当兵，不能从政。停，你怎么跟评书里的唐僧似的，叨念个不停，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你说咋办？我把位置让给他，你跟他过去啊。我脑子又不是不好，他这种奸佞小人，卑鄙无耻，龌龊阴险，祖传3代吃软饭，上辈子不要他，这辈子不要，下辈子也不要。对，他就不是个好玩意，所以你到底想怎么办？我看你这小娘们平时不言不语的，肚子里的道道也不少，你就直说吧。梨花白了他一眼，我是你妻子，你不要一口一个小娘们什么的，多难听。咱爹活着的时候也这么喊咱娘啊。我是想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跟他交流感情，也别交流的太多，就让他10天半个月不下炕就行，别把人家胳膊腿打断了。当然这个交流感情的过程，我希望是单方面的，不要让他发现你。你让我打闷棍？梨花点了点头。于川见状顿时开心起来，舍不得我？才不是呢，我是怕孩子爹有案底，将来不能。好，小娘们，大宝贝，你说的都对，听你的。这小嘴今儿怎么这么招人亲？于川心情转好，就要对梨花耍王流子。小兔崽子，大白天干什么呢？小兔崽子干什么呢？都告诉你，女人怀孩子前2月不能在一起，小心我的小孙儿。做坏事被抓包的于川立马放开梨花。你在家把排骨炖了，排骨好了，我也回来了。白天就去。放心，他还没长那个能耐抓我把柄。你俩打啥哑谜呢？这小子又憋着干啥坏事呢？两人相视一笑，都没有接话。李有才的反应太奇怪了，让于川打他一顿准能现形。于川的动作很快，梨花的排骨都没炖好就已经回来了。他叉着腰站在他的边上也不说话，一脸很嘚瑟的表情。你是学都上哪儿去了？这都不懂，小娘们，给爷上个态度。梨花不理他，和李有才交流完感情了。按着你说的，小小的揍一顿，骨头也没伤。不过我特意多朝脸上招呼了几下，他那大眼镜被我打坏了。那你可真够坏的，他要心疼死了，哈哈哈！他那镜子还是上学时用学校发的补贴买的最贵的金羽牌。哟，跟人家挺熟啊，人家眼镜啥牌子你都知道？也不是特意关注他，我俩不是一届的吗？他在学校里总装，你没注意到他口音都不是咱们老家的土话吗？柳腊梅就是学的他，娘不叫娘，喊妈。打的就是他这种装犊子的。你没让他看到你的脸吧？瞧不起你男人，我是那种打闷棍还被人发现的菜鸡。那行，洗洗手准备吃饭吧。于川觉得梨花有事瞒着他，他为什么跟柳腊梅合起伙来针对你呢？就是我和柳腊梅之间的恩怨，他可能是想帮着柳腊梅。我觉得不是，这小子早就看上你了。你读中专住校时，全屯都在传你俩搞对象，那时候老子就看他不顺眼了。谣言是他传出去的，我没有。我知道，他就是想把你名声搞臭了，想不花钱娶你。不，他是想让你娘倒贴钱给他。不过我丈母娘多聪明，怎么可能吃他这一套？当时就让我把他拽到没人的地方揍了一顿，他这才消停，主动辟了谣。梨花大吃一惊，他前世可不知道这些。这都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都是些老黄历了，你不问我也不想说。于川没有告诉梨花，当时村里传的谣言可难听了，村里姑娘被这么传谣言，基本是很难再嫁人了。他原来从那么早的时候就算计我。你要觉得不解气，
我找个机会再套他一次麻袋。先不急，看看他啥反应再说。这一晚李有才一宿没睡，翻来覆去的琢磨是谁打了他。难道是于川那该溜子？也不对啊，我也没有得罪梨花和该溜子，起码现在没有啊。李有才想不到的是梨花重生了，他前世做的那些烟渣事梨花都清楚。第二天早上，邻居家的小媳妇来串门，小孩子一见到李有才就哭，怎么都止不住。这孩子该不会是看到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吧？我得找四婶帮着算算。不干净的东西，这几个字让李有才浑身冒凉气，左看右看，就觉得家里的小破土房四处透风，阴森森的。他赶紧出门想晒晒太阳，没走几步就遇到了杨家三小子。文化人，你身后有个女人。李有才回头，青天白日，哪来的女人？去，别瞎说。真的，头发这么长，长得咋还有点像梨花小婶儿？不过比梨花小婶儿瘦多了。梨花这边正想出门，小媳妇就过来了。梨花，去哪儿啊？我去供销社。孩儿咋了？别提了，我去李有才家串门，这孩子一看到李有才就嗷嗷哭，怎么也止不住。我寻思让四婶帮看看呢，你说是不是他家有啥不干净的东西？我看李有才今天咋怪模怪样的？不知道啊，我跟他不熟的，被于川打得胖头肿脸，孩子看了不哭才怪呢。那我可得问问四婶，别是有不干净的东西。不用看了，你领着孩儿回去休息一下就没事了。梨花摸了摸孩子，还真就不哭了。小媳妇便带着孩子回去了。梨花去供销社买了糖给杨三小子，他知道李有才最信风水鬼神，便叫杨三小子故意对李有才说那些话。回到自家院，梨花拎了半桶水出来，均匀地泼在院子前面的地上。干嘛呢？你走路都没有声音吗？离这老远就看你鬼鬼祟祟的，看邻居不顺眼想干一架。现在天冷，水泼在地上很快结冰，路过的人不注意就得摔一跤。于川同志，给你个艰巨的任务，一会你上房顶晒个太阳，顺便提醒好人不要摔了，坏人就不要搭理了。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屯里公认的坏人不就是他自己吗？总之你看着办吧，办不好就不要上炕了。小娘们总拿上炕威胁老子，我是那种轻易被威胁的人。上房的梯子放哪儿来着？李有才上门的时候，梨花正在院内晒太阳。你咋来了？怎么弄成这样？李有才浑身脏兮兮，鼻青脸肿的样子，都能吓哭屯里的孩子。我找四婶看点事，你家街上的冰该清了。我马上找于川让他清理，用人的时候他不知道哪儿去了，真是讨厌。坐在屋顶上的于川呸了一口，文化人真是阴险。看着李有才进了婆婆的屋子，梨花嘴角翘起，鱼儿上钩了。叫我上来干嘛？蔫儿坏的小娘们，看她倒霉，偷着乐呢。哪有？你给我上个态度，一会让你更乐呵。才不要！那我给你上个态度。屋内的李有才哪知道，把他坑得很惨的一对男女正在屋顶撒狗粮呢。四婶，我找你有点事。别说话，我算算。王翠花像模像样的闭眼算了算，你要倒大霉呀，这事儿可不好破解。要倒大霉呀，这事儿可不好破解。四婶，你帮我算算，我是不是让啥缠上了？必须是缠上了。有条件要缠，没条件创造条件也得缠。你能看到缠着我的是男是女吗？女的。咋化解啊？王翠花闭着眼摇着头，不好办啊。李有才从兜里掏了张5毛的票放在炕上，不好办啊。李有才又掏了5毛再次放到炕上，不好办啊。四婶，我身上就这么多了。王翠花睁开眼，炯炯有神地盯着李有才胸前别的钢笔。老仙说了，你身上有个玩意给你惹麻烦了。王翠花觉得闺女以后读书可能用得到钢笔，歪打正着。李有才原本还不太信，一提钢笔信了，因为这钢笔是梨花帮他挑的。你在那呆了吧唧的想啥呢？拿来吧你。李有才很犹豫，这是梨花跟他关系最近的物件了。四婶，非得要这个吗？也可以留着，不怕那玩意一直缠着你。溜吧。这个需要让老仙送走，剩下就不用你管了。送走就没事了？倒也不是，还要你办点事。等李有才出来的时，一条腿从边上探过来，李有才顿时被绊了个狗吃屎。喂，你干什么？没事，汪汪啥？老子又不是吕洞宾，咋地？你找我娘认了二郎神当主人，就跑出来冲我乱叫了？话里话外都在说李有才是条狗。我走我的路，是你过来绊我的。那咱俩就要说道了。我给我家狗准备点吃的，你一脚踩上了，影响了食物的美观，狗都不稀罕吃了。我替我家狗揍你，咋了？李有才这才注意到脚下踩了一坨。于川，你缺不缺德？有主动喂狗吃这个的吗？哎，都说狗改不了吃屎，你也改不了欠揍，你跟谁嗷嗷呢？老子不把你插地上，你就不知道自己是个植物人？说着就冲过去打李有才一顿胖揍。当年我咋说的？让你特么的离花园店，你倒好，巴巴的送上门，咋的？看别人媳妇有瘾，老子说没说过？你敢打他主意，见你一次打一次。梨花那套打闷棍的方式太不适合他这个真汉子了，简直限制了他的发挥。我是来找你娘的，不是来找梨花的。找你个大笨儿头！你今儿不给老子道歉，
老子就把你门牙敲掉了。川哥，我错了，我不该不跟你打招呼就过来打扰你们的。我对你媳妇真没意思，你放了我吧。呸！身为老爷们，活得一点血性都没有。老子要是活成你这鸟样，早就撒泡尿给自己淹死了，还不快滚！是，我这就走。李有才灰溜溜的一路小跑，等远离了于川的视线才敢停下。狗东西跟我厉害什么？总有天让你跪下来喊我爹！就冲着他这个粗鲁的德行，梨花早晚被吓跑。于川收拾完碍眼的，朝梨花抛了个媚眼。开心了不？咋样？哥哥说没说让你更开心？这不比泼水什么的来得痛快多了。刚才的一幕，梨花全程看得眼睛都不眨，唯恐错过精彩细节。还行吧。于川见他嘴硬的样子，就想上个态度。于娇娇突然冒了出来：“你俩跟傻狍子似的，站在外面干啥呢？”皮子又紧了，哥给你松松。突然屋内传出咆哮：“于娇娇，滚进来！”呵，救我！娇娇说完就一溜烟的跑没了。小兔崽子呢？好了，你就护着小兔崽子吧。炭灰呢？来，帮我把身上也掸掸。王翠花金鸡独立，就要抽他。娘，消消火，因为啥呀？王翠花领着两人进屋，炕上摆满了各种被涂鸦的书本。你瞅瞅，这丫头书包里藏了啥？梨花随便拿起一本书看了看，小丫头绘画天赋还挺强，李白让她改成了新时代标杆，一旁还歪七扭八写着于川2个字。这不画挺好？送她读书时让她去画小人的，数学5分，语文0分，还敢藏期中考卷，骗我说考试成绩没下来。哎呀，我上不来气了。还不如我呢。你当年考多少？我跟他这么大时，数学都能考20多分呢，谁跟他似的5分？梨花开始有些同情这兄妹俩的老师了。我早就教育他，考完了不要藏试卷，多傻。梨花一愣，没想到他还有这觉悟。偷老师的红笔，这5前面加个9，零前面加个10，这丫头连分都懒得改，太不孝顺了。你也教不出啥好饼，你当年就是这么糊弄我，现在又让你妹妹糊弄，她以后嫁不出去，你就养她吧。多双筷子而已，又不是养不起。娘，别踹了。嘿，还是我媳妇心疼我。她皮厚还有棉袄，踹也不疼。娘，我给你拿铁锨。看你就心烦，梨花你不要靠近傻狍子，省得他身上傻气传给肚子里的我小孙，晚上跟娘睡。听娘的。于川听到他又要被剥夺上炕权，那可不行，1分钟不到，于娇娇就被他抓了回来。于川听到他又要被剥夺上炕权，那可不行，1分钟不到，于娇娇就被他抓了回来。于铁根，你不是个好饼，你为了女人出卖你亲妹妹。考0分还有理？去给娘道歉去。很快门一关，屋内就响起了母慈子孝的大合唱。梨花怕婆婆把孩子打坏了，想进去看看。别来，拦不住，这丫头这顿打不挨完，家里消停不下来。于川回头看了看，娘骂完娇娇不争气，差不多该哭爹死太早了。他爹啊，你这死鬼怎么走那么早？打我一起带走多好。哭1分钟左右，再骂几句。1分钟后，咆哮戛然停止。完事了，收工，雨过天晴了。王翠花开门，和颜悦色，一副啥都没发生过的模样。娇娇坐在炕沿，喜滋滋地摆弄她的新钢笔，哪有一丁点对错误的反省和认识。梨花看不下去了，她得出手了。晚上吃过饭后，她单独叫来娇娇。娇娇，你长大后想做什么？当二婶。梨花凌乱了，农村跳大神的一般是俩人，一个大神，一个二婶。王翠花就一个人，不算很标准。明年我就不念了，回来给娘当二婶。老师说我这资质最适合女承母业，回来当大婶。胡说，不对吗？我娘多厉害，一个人能养我和我哥俩。娘是厉害，咱们以后要好好孝顺她。可我觉得娘更希望你好好读书，考大学。读书有啥用？我要跳大神。你学习那么好，有啥用？还不是嫁给我哥。娇娇坚持理想，并给梨花补了一刀。娘睡了吗？咋？娇娇跟我说，她要辍学回来给你当二婶。您别生气，这么大的孩子有点天马行空的想法也是正常，能不能让我教教他呀？那感情好，我也不求这丫头能跟你似的当个中专生，好歹初中读完。初中肯定不够，将来要考大学的。现在中专吃香，再过些年就不认了。就他，呵呵。我有办法带好他，只是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于川孤独地待在西屋，实在受不了了，正想去把媳妇抢回来，梨花开门进来了。就知道你得想我。我找你说事的。大晚上的，不是说什么？关于李有才。晚上的，不是说什么？关于李有才。于川顿时没了兴致，梨花凑过来趴在他耳边嘀嘀咕咕。真的假的？大半夜的，他不睡觉能跑咱家？咱娘给他算，说他的灾星在西边，得过来烧纸才能化解。咱家刚好在西边。王翠花让李有才在凌晨拎着纸到西边烧一下，霉运自然散。咱们是西边第3家，前面还2家呢，
你怎么知道他非得跑咱家墙外面烧？我这不是赌他心虚吗？如果李有才跟自己有一样来历，他肯定对于家西墙格外心虚。要是李有才真的来了，那他一定是重生回来的。要不咱们赌一局，我赌他会绕过咱家，我要赢了，你就让我嘿嘿嘿。行啊，那我要赢了，你得答应我件事。梨花拽着他坐到炕沿，朝窗户外看去。于川觉得自己稳赢了。那你就直说吧，是不是想你男人想得扛不住了，故意找个借口送上门来？这文化人就是会玩啊！你为啥不叫于铁根了？啊，还以为你一直不问呢，不知道了吧？我这可是出自李白的诗，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表达了我怀才不遇却又无比坚定的性格。谁教你的？我那本唐诗300首，你偷走的，你还撕下这一页？不撕下来拿啥上户口？我要不记得这俩字怎么写，笔画那么多，你什么眼神？老子改名还不是为了你？草！我怎么不记得？梨花还想追问，院内的狗嗷嗷叫了起来，伴随而来的还有点点火光。梨花心里悬着的剑终于落了下来，身体微微有些颤抖。李有才果然是重生了。草，这个烂人还真敢来！你在屋待着，我这就教他做人去。梨花拦住他，不要去，不要去，千万不要，不要！于川刚想问，却见梨花面无人色，呼吸急促。媳妇你怎么了？媳妇，不要去，不要让他发现我们看到他了。梨花说完这句晕过去了。而此时于家西墙角，李有才正蹲在这里烧纸。这地方对他来说不仅是伤心地，也是个恐怖的地方。梨花，前世我是欠了你一条命，可这不都过去了吗？人要向前看，不要总盯着过去那点事。你怨恨我就得成怨鬼，你也投不了胎，何苦？赶紧投胎去吧，我给你多烧点纸，咱们之间就两清了。你放心，这辈子我会好好待这个时空的你。一山不容二虎，这还有个梨花呢，你留下有什么用？念到前几句时，李有才还有点愧疚心，可越往后念越生气。你要答应跟我处对象，我能杀你吗？你自己想不开怪谁？识趣就自己投胎，我还能多给你烧点纸钱。你还在这让我倒霉，我就找道士收了你，让你生生世世做鬼。突然于家的灯亮起来，吓了他一跳。别忘了让王明把药箱子带过来。知道了，你回去照顾梨花吧。李有才反应过来，这大半夜的找大夫，肯定是梨花病了。看来四婶算得真准，我这边烧纸，那边梨花就有了反应。这博大精深的玄学，果真不能不信啊！说着，他朝火堆毫无诚意地拜了拜。梨花，你放心投胎去吧，我这辈子就是悔过来的，我一定好好待这个时空的你。你保佑我快点跟你结婚吧，我不嫌弃你跟于川睡过。村医过来看过，也说不出个一二。梨花是孕妇，不敢用药，更不敢针灸，只能多盖被，把炕头烧热点。于川见他一直说着胡话，便凑过去听。娘，他咋一直说什么遗憾？嫁给你这不着调的玩意可不就是遗憾吗？说不定梨花是吓掉魂了，我跳一段看看能不能给跳起来。你可快消停点吧，一点用没有，好人都得给吓出毛病来。烧报纸吧，再拿个铁勺子来。村里如果有孩子受惊，在孩子头顶烧一小条报纸，或者拿着铁勺站在门前敲门框，据说能把吓到的孩子魂找回来。王翠花站在门前敲门框，陈梨花回家了。于川站在炕前烧报纸，梦里的梨花听到了这嘈杂的声音，眉头越皱越紧。突然一股烧猪毛的味道传出来，我操！你把梨花头发烧着了！于川手忙脚乱地把火捏灭，虽然没烧到肉，但还是少了一撮头发。他醒了，不得把墙哭塌了。娘，你回头告诉他，是娇娇做的吧？他看到了肯定不跟我好了，让他挠娇娇去吧。娇娇有你这个哥哥，太倒霉了。行了。于家娘俩异口同声，脸上惊喜的表情如出一辙。渴了。于川忙把准备好的杯子递过来，梨花一口气灌下，水里加了一些糖，甜甜的。睡吧，明儿起来啥都好了。见梨花状态不错，王翠花心满意足地离去。你不是叫杵在那干嘛？你那头发，那啥，我不上炕了。自知罪孽深重的于川忍痛放弃了上炕权。行了，我不怪你，上来吧。咦，你不是很宝贝你的大辫子？头发还会再长出来吗？人要向前看。梨花的烧彻底退下来了，两人躺在炕上都没有睡意。于川突然冒出一句话：你瞅深渊时，深渊也瞅着你。谁教你的？看不出来，他还是个哲学家，虽然是东北那旮瘩的。我丈母娘啊，她说过一次，我就记住了。不过我觉得这词儿不太合理，正常的对话应该是深渊问你，你瞅啥？你说瞅你咋地？然后你和深渊打了一架，你这小体格子肯定打不过啊。最后还是我朝着深渊撒了一泡尿，咱赢了。你踩的棺材板压不住了。你踩谁？写这句话的作者不是我丈母娘说的。不是丈母娘，那就要骂一骂了。这作者脑袋有病，干点啥不好，非得瞅深渊，闲得蛋疼。活腻的人才往悬崖边上站，就算是撒泡尿也得远离危险区域，站悬崖顶上呲尿，摔下去怎么办？梨花叹息一声，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我明白了。
啥？明白了。啥？你想表达不要用错误的方法去对付错误的事或是人，这点跟作者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不，你境界更高。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做的最可恶的事，不只是伤害我们，而是他们企图把我们变成跟他们一样的人。跟坏人纠缠久了，我们也会变成坏人。你用了看似粗俗的撒尿，表达了深邃的内涵。哎，咋内涵？尿频尿急尿不尽。以恶制恶不可取，以光明磊落的手段降维打击，这才是我们要做的。于川把手搭在梨花额头，烧了，烧到说胡话了。我没烧，我想明白一些事。他要以光明磊落的手段送李有才进监狱，前世的酬金申报。于川，我发现你是个有深度的人。你才发现？以后咱们多说说话吧。我发现你不是不尊重女性的臭男人。被强行安排了许多不属于他的品德，于川一点也不害臊。你这话说的挺对，闲着没事别总琢磨瞅深渊，你多瞅瞅我。第二天，娇娇被王翠花派出去供销社采购，途中被李有才叫住了。娇娇，你嫂子是不是病了？这么关心我嫂子啊？我告诉我哥去。哎，别去，这个给你。娇娇就要拿糖，却被李有才躲开。你先告诉我，你嫂子这2天有啥不一样的地方吗？你说的是啥？她还哭不哭？哭不哭关你屁事。李有才一时语噎，觉得这丫头跟他哥一样欠揍。你嫂子总跟我说，你哥打她骂她，她在你家可难受了。我是她同学，当然要关心一下。他故意编造谎言，盼着娇娇把这话传到于川耳朵里。1块糖，我不说，这可是我哥和我嫂子的事，我是那管不住嘴的孩子。就这么多了，你告诉我吧，为了你哥和你嫂子好。我嫂子还是那样，今早上还哭了，让我哥好痛骂。李有才放心了，把糖递给娇娇。以后你嫂子跟你哥有点什么事，你就告诉我，我给你买糖。行，2块。娇娇捏着糖，边走边翻白眼。2块糖就收买我。白雪公主她后妈就是这么糊弄白雪公主的。呵，回去就把糖给我哥看看有没有耗子药。呵，你说他这糖有没有耗子药？于川接过糖，对着太阳光一通照，表情严肃。是，有毒啊！顺手塞到梨花嘴里，把这个漂亮小娘们毒趴下，我好奸。不要脸的，当着孩子胡咧咧什么？好贱什么？你嫂子给你是毒了，没事，能吃，剩下那块赏给你了。谢谢哥。梨花鄙夷地看着于川，糊弄孩子的糖，还糊弄孩子谢他。这李四眼打探咱家的事，安的什么心思啊？我说了你不要生气，他大概率是想算计我，让我把孩子留掉。哼，打得轻了。昨晚我要揍他，你干嘛拦着？理由跟现在我拦着你揍他是一个。他不知道我们已经发现了他，也不知道娇娇都告诉我们，我们有很多机会教他做人，他却不知道我们洞察这一切。梨花不想让李有才知道自己也是重生的，不然就会失了先机。小娘们花样真多。吃早饭时，王翠花提起家里的篱笆墙，老张家的墙好像也塌了，我看他们家拉了些水泥和砖头回来。铁根，你打听下的多少钱？要不咱家也砌砖墙得了。梨花的心动了下，老张家就挨着李有才家。娘，张家砌墙找你算日子了吗？这又不是上梁，不用算。街坊邻居的住着，你去看看吧。小娘们又憋什么坏水呢？等老张家墙盖起来，你就这样。梨花凑到于川耳边嘀嘀咕咕，又套麻袋，咱就不能迎头给他一顿暴击？梨花不说话，只是摸了摸头发。哎，行了，我去还不行吗？我又没说套了麻袋就不能明面揍他了，不过你得等张家墙砌好后再下手。哦，对了，昨晚你话只说了一半啊，你还没告诉我，你改名为什么是因为我呢？没事，不想说就不要说，我就不喜欢勉强别人。是你跟我丈母娘说，于铁根听着好像是于大萝卜，说有个国家把大萝卜叫大根。我说过这话？你刚上初一的时候说的。那不是我跟我娘在院子里唠嗑，你为什么能听到？站你家墙根外面撒尿，顺便偷听，这事儿能告诉你，你羞辱了我的名字，还敢嫌弃我名字，现在落我手里不是？我不是嫌弃你的名字，我嫌弃的是你，谁让你总揪我辫子？不仅如此，你上初二的时候，你还跟你同学说铁根这个名字听着就像是手抄本里少盲流子的小丫头不大，还看手抄本。梨花脸一红，那都是她母亲的收藏，她是带着批判眼神看的。去，狗嘴里吐不出象牙，赶紧去办正事。下午，老张家的砖墙砌好了，李有才掏光家底配了副眼镜，正想去找梨花说几句，突然一个熟悉的麻袋又套了下来，还是熟悉的配方，刚配的眼镜又碎了。被揍成猪头后，李有才憋着一股火，拖着被揍的身子往家的方向走。老张家的墙盖起来了，外面围了一群人，王翠花在那敲着手鼓跳大神。钢笔也给了，钱也给了，也送走了梨花的魂，怎么还会被人套麻袋？李有才怒气冲冲地朝着王翠花走，他准备当众揭穿这个神婆。李有才，
有才，你头发怎么少了一撮？被于川剪了。于铁根这个莽夫，他是不是欺负你了？你放心，有我在，就不能让他欺负了你。王翠花正跳得来劲儿，看到有只大苍蝇围着自己儿媳妇，拎着手鼓就蹦跶过来了。你要倒霉呀！所有人的视线都落在李有才身上。四婶，你咋还咒上人了？的确长了个倒霉样，你看他都被人揍成啥样了？为啥揍他？听说他跟王寡妇纠缠不清的，好几个人都看到了。在城里也不安分，要不好好的高中老师怎么就做不下去了？李有才听着大家都在议论自己，气不打一处来，想去推王翠花，还没碰到人，自己就被于川从后面拎了起来。你想对我娘做什么？我没，老子离老远就看到你跟我媳妇嘀嘀咕咕，还想打我吗？都是文明人，不能动手的，有话好好说啊！不动手。于川一腿把他踹出去好远，李有才趴在地上哼唧：“你动什么手？手脚不分了，老子用脚踹，有问题？”梨花默默朝他竖了个大拇指，嘚瑟的男人被表扬了，场面就失控了。接下来就是叮咣一通打，王翠花在一旁欠欠的指挥：“按着节奏来，听着鼓声啊，别瞎打。对，老仙说打不好他以后还得倒霉，你重新来一次吧，注意听节奏。”众人肃然起敬，不愧是全屯最热心肠的四婶啊！梨花趁众人不注意，压低声音对张家男主人说了几句：“你说的是真的？我婆婆也不好直接告诉你，都是乡里乡亲的，她向着谁都不好办。让我给你传个话，你今晚仔细点你家墙，别让小人动了手脚。”等李有才回到屋子时，他瘫痪的父亲正骂骂咧咧：“看给老张家嘚瑟的，不就是往他家墙根倒了2桶尿？至于小气的盖砖墙，我看他们就是故意破坏咱家风水，弄个墙戳呢，炫耀他家有钱。”李父骂了会儿张家，才注意到儿子脸如猪头肿。大才啊，脸咋了？让老于家街溜子打了。你惹乎他干啥？他家祖辈就是胡子，离他远点。李父年轻时惦记过王翠花，被于川的爹拴到树上暴揍过。上天准备毁灭一个人时，就注定先让他疯狂。早晚有天，咱也盖砖墙，不只是砖墙、大瓦房、城里的楼房，甚至是别墅都会有。前世的梨花那么会赚钱，只要把它娶到手，什么不能有？梨花回到家后，在思考一个问题：到底是谁在散播李有才的负面消息？你去打听个事儿。梨花趴在于川耳边嘀嘀咕咕：“关心他，打听谁说他坏话干嘛？没听过那句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总要看看谁这么恨他吧。”他那种管不住裤腰带的男人，见个女的就控制不住，瘾大的吓人，得罪的人多了，查都查不过来。你看着我干嘛？瘾大，呵。于川恼羞成怒：“那能一样？我对自己媳妇瘾大点怎么了？合法的，有证。他那是什么玩意？”王翠花进来想问问晚饭吃啥，刚好听到那句瘾大。哎呦，我头大，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头来月不能胡来。你大个鬼，梨花，晚上到我那屋睡啊！带着一股李有才必须倒霉的火，于川去了村口，跟个屯的街溜子聊了聊，一炷香的功夫就把事儿打听明白了。问到了柳腊梅散的消息，狗咬狗了。柳腊梅想把她名声弄臭点，这样别人都不敢把闺女嫁过去，她好捡个大便宜。这听着有点耳熟，想起来了，这不就是李有才对付自己的那一招？让他们相互咬，你躲远点看热闹就完事了。梨花不由得期待起来，柳腊梅跟李有才最好能走一起，省得祸害别人了。转过天，婆婆就带来一个大瓜，李有才被捆去村长家了。啊，因为啥呀？说是被老张家逮到，大半夜拿镐砸人家新砌的墙，一大早就被老张家的捆到村长那去了。都跑去看热闹去了，今儿也没人找我看事了。没事，以后你再给人算，可就要涨价了。为啥？你算出李有才要对老张家墙搞破坏啊？昨天不是你用眼神示意我跟老张家的说这个？梨花天真的问，把功劳堆给婆婆。娘，你算的咋那么准呢？这个可能是因为你旺婆家吧。我跟你说，有的女人就是特别旺婆家，你嫁进来前我就算了，你特别发婆家。于川哪去了？让他去杨老二家拿羊奶，这么久没回来，估计是去村长家看热闹去了。正说着，于川就哼着小曲回来了，还拎着块羊肉，刚好赶上老杨家杀羊，杨老二拿了块肉答谢我。杨老二那么抠，咋能那么好心给你肉？你是不是又冒什么坏水了？那张家的一看就是肾虚，拳头跟棉花似的，一点也不带劲。我看他打得那么费劲，就在边上指导了下，还帮忙递了个板砖。你可真不是个好饼。梨花点头，婆婆说的对。要说这墙倒众人推，一点也不假。李有才平时在屯里鼻孔朝天的走路，看他不爽的人太多了。张家的揍他，杨老二在边上嘿嘿笑。杨老二不是正杀羊呢？边杀边笑啊！这种傻叉在你面前抱着脑袋挨揍，你能憋住？那倒是。李有才不敢冲着我使劲，就骂杨老二，给杨老二骂急眼了。杨老二，你们也知道，老实人一着急嘴跟不上，我能看老实人在我眼皮子底下受欺负？梨花很认真的点头。别人是来自北方的狼，你是来自北方的疯狗，
这事儿你是得冲上去摇几下。总之，我替老实人出气，扶了个大筐。老实人杨老二为了答谢，特意给我割了块羊肉。好人有好报，扶了个大筐，你是说匡扶正义？差不多就是那个意思。于川嘚瑟完战绩，就抱着收音机听评书去了。梨花看他一天到晚闲的那啥疼，便出了主意。我看你挺聪明的，想不想把学历提一提？看你挺聪明的，想不想把学历提一提？你初中虽然没念完，可以参加夜大的学习，只有周末去，不耽误你做别的。于川沉默片刻，然后把手搭在他额头。发烧了，听娘一句劝，你培养娇娇，教育肚子里的娃都行，养个胎盘去读书都比他强。实在不行，教咱家狗拉拉手啥的，别浪费时间，也别给自己找气受。梨花转过身背对着于川，心里打定主意，就算是北方的疯狗，他也得给他带出哈士奇的气派来。生气了。梨花猛地转身，指着于川的鼻子：“你这嘴一定是抹了开塞露才会这么损。”你鼓捣了半天，就别这玩意。哼，我挺厉害的。他吵架时只是嘴跟不上，给他点时间也能想出词对人。傻妞，开塞露抹嘴上是甜的，来，给你尝尝甜不甜。再敢瞎撩，别怪我不客气。等会儿，你为什么知道开塞露是甜的？你该不会喝过？你用喝过开塞露的嘴亲我？都是小时候的事了。草。于川在他嫌弃的眼神里落荒而逃。接下来的日子，李有才成了村里的过街老鼠，走到哪里都会有异样的眼光投来。梨花则当上了代课老师，而他成为代课老师的目的就是面前的这个小丫头。二丫，怎么还不回家？我是不是有心事？愿不愿意跟老师说说？罗二丫家里条件不好，父亲有病，母亲早逝，跟娇娇一样的年纪，已经承包了家里的大部分家务劳动。你离他远点，他身上有虱子，你看他脖子跟个黑车轴似的，不要把他的虱子带回家。娇娇的话让罗二丫双唇紧抿，抄起破烂的书包往外走。明天别忘了拿柴火啊，全班就你没带。回家后我要跟你谈谈礼貌问题。梨花撂下一句就去追二丫，却迎面撞上一堵墙。这不是陈老师吗？投怀送抱了。你为什么会出现在学校？看你们磨磨唧唧，进来看看。等我会儿。梨花丢下于川，追上罗二丫，拿出一双崭新的棉袜塞在罗二丫的手里。给你，给我的。嘿，败家小娘们，代课费都不够送礼的吧？对，太败家了。哥，你打我干啥？她是你嫂子，我说行，你说不行。娇娇呸了他一口，然后一溜烟跑远了。遇到困难可以跟老师说，你要觉得学校不方便说，就来老师家。你今天就跟我回去吧。去你家？你衣服破了，我帮你缝。不用你管。罗二丫赶在眼泪掉下来前转身跑了。干嘛对他那么上心？学校里注意形象。于川回头望了眼教室方向，这黑板有我太多不好的回忆了。这讲台洒满你年少时的痛苦回忆。早晚在这整一次，让你爬黑板上，我这痛苦就成了快乐回忆了。陈老师要在被窝里给我单独辅导哦。于川，你闲着无聊就把村口的牛粪吃了，总黏着我干嘛？这句你又偷摸想了多久？在媳妇火山爆发前，于川收敛开玩笑的心思。这段时间不安全，我来接你和娇娇。梨花心一拧，前世二丫就被歹人拖进过苞米地，从此贴上了不干净的标签。他说的不安全，难道跟这有关？屯里最近有什么危险吗？咱娘今儿去燕家屯，说是有户人家小闺女看到不干净的东西吓到了，让她过去跳跳帮着收魂。咱娘过去一看就知道，那小闺女肯定是遇到坏人了，身上全都是烧。你没说出去吧？你也太小看你男人了，说出去那家闺女还活得了？梨花听他说那个小闺女比娇娇大不了几岁，气得浑身发抖。你能不能抓到这个恶人？我倒是想抓。你怎么看待这些被欺负的姑娘？看姑娘干嘛？这难道不是那些管不住裤腰带的王八羔子的错？让老子知道是谁！呵呵。梨花肃然起敬。你这样看我干嘛？这种事屯里时有发生，可受害人不会站出来指认，所以各屯的街溜子就成了怀疑目标。于川自然也逃不脱。你敢怀疑老子？你才是真正的男人啊！我喜欢你这种性格。如果我肚子里的孩子是儿子，我希望他跟你一样当个街溜子。没有人会永远当街溜子的，这个称呼本来就有问题。标签是谁给你的？他们有我懂你吗？于川一被夸立马就膨胀。你放心，甭管闺女儿子，只要孩子刚站稳，我就领着孩子打下去，打遍全村无敌手。骂人这块就交给咱娘，打架这块交给我，妥妥的。你的力量应该用在正地方上，你帮我吧，我们一起联手。啥？帮你？梨花用力点头。我不管。于川毫不犹豫地拒绝，大步流星往家走。梨花小跑几步追上他，想把肚子里的那块肉颠出来。梨花胆儿就那么大，他一吼眼圈就泛红。别哭，再哭就拆李有才家玻璃。拆他家干嘛？不拆他家，你这矫情的小娘们能乐吗？我不是对你发火，我是不想管这些人的破事。他们背地里说了我多少坏话，
你管好咱家的事儿就行，懂？梨花点点头，有些心疼。你受了很多委屈吧？操，肉麻死了，还不快点回家？在一处无人的角落，李有才正偷偷看着夫妻俩。狗东西，你跟梨花不会有好结果的。有才哥，你怎么来了？有才哥，我怕出坏人了，我看到了，吓死我了。你看到了？出坏人了，我看到了。你看到了？柳腊梅连连点头，她是真吓到了。我路过苞米地，看到有个男的拽了个10几岁的小丫头，那啥，我的天，吓死我了！有才哥，咱们赶紧结婚吧，我这未婚大闺女的，也怕让盯上啊！大姑娘，这话真好意思舔脸说啊？你看清那个牲口的脸了没？我就看了个侧脸，好像岁数挺大。你看到的是于川？不是他，侧脸看着挺大岁数，头发都有白毛了。腊梅，你想跟我结婚吗？柳腊梅做梦都想。那就得听我的，你出去说，你看到了，就是于川做的。于川在村里口碑本就不好，只要柳腊梅把话传出去，大家基本都会相信。现在司法鉴定还不算很完善，得赶紧把于川这个街溜子送进去，说不定还能吃上梨花买的排骨。娇娇站在院子里，拿着豆饼喂着2只大鹅，她感觉嫂子一来，家里所有人都不跟她亲了。铁饼、铁球，只有你们俩跟我好了。喂过，别再喂了。娇娇跑过来，对着于川的腿使劲踹了一脚。你管我？小丫头片子少抽。我去跟娇娇聊聊。哼，搭理她干嘛？跟个小疯狗似的，见人就咬。没事，我可以的。梨花进屋时看到满地的作业本，娇娇正在生闷气。娇娇，你这几天都没有交作业，是因为不会吗？不会，也不想写，反正我都要辍学回来当二审了。读书有没有用暂时放在一边，嫂子这周末带你进城。真的。梨花点点头，她想带孩子见见外面的世界，再引导他好好读书。对了，娇娇，你跟二丫熟吗？勉强吧。二丫家因为穷，从小没娘，穿得破，人又邋遢，在学校没多少人跟她玩。到了冬天，学校要求带柴火上学，只有二丫没有。梨花听后一阵心疼，随后又稍稍安心。二丫最近没有变化，想来那个对孩子下手的恶魔还没对二丫出手。安抚好娇娇后，梨花准备做晚饭，就见王翠花气鼓鼓的回来，边走边骂：你们这些烂电眼子的，再敢胡咧咧，舌头给你们扯下来喂猪！娘，你这是咋了？还不是外面那些人胡咧咧。算了，不说这个。梨花好奇外面这是说啥了，不过很快她就知道了。晚饭后，于川领着梨花上杨家看电视，因为杨家有着全村唯一一台电视机，所以平时村里人都会去过来消遣时间。不过往日于川的专属位置今天却被一位不速之客占了。李有才，你还敢出来溜达？于川，你这个无恶不作的男人，占了老子的位置还敢叨叨？你做的那些……话还没说完，于川上去就是一套组合拳。你不是人，老子是你爹，你今儿怎么不当缩头乌龟了？我提前吃了去痛片。于川，你这个街溜子，你这一身邪气是压不住我这浩然正气的。于川被他气乐了。谁家猪圈跑出来的猪这么膨胀？你少说这些，我现在是代表全村的父老乡亲姊姊妹妹讨伐你。咋的？你还想竞争咱村的大嫂队长，主抓妇女计生用品发放工作？姊姊妹妹都出来了。呵，李有才，你做你的会计，惦记抢我的活儿干啥？你还能跟我似的领着小媳妇上环挨家挨户发糖？于川，你现在就是巧舌如簧也没用了，现在全村都传遍了，你这个生口不如的家伙。多大个屁需要你亲自来放？李有才正想张口，于川膝盖一顶，对着李有才单腿跪地，捂着肚子嗷嗷叫。有多大屁你都给老子憋回去，不乐意听。你这是心虚，你自认理亏，你打我越狠就证明那些事儿都是你做的，你不心虚你揍我干什么？我不过是说出了。话还没说完，于川一屁股坐他身上了。你给老子闭缸吧，没人乐意听你在那喷粪，你就是拿开塞露漱口也喷不出什么新鲜玩意。他无视李有才，随手指向一个人。你说外面传什么呢？你对苑家屯的小姑娘。老子让你开口了，你说外面现在都传你去过苑家屯，就吓到个小姑娘。梨花怒了，尽管这个人说的非常委婉，但所有人都知道他想表达的意思，显然这是李有才传出的谣言。苑家屯出了什么事？那边有个小姑娘被人拖苞米地了，就是于川做的。梨花抄起板凳就朝李有才丢过去。女孩的名声岂能是你随便喷粪的？你听我解释，我不是那个意思。话说一半，人突然晕过去了。哎呦媳妇，你跟这种人生什么气啊？他就是看咱家日子过得好眼馋，在那叨叨，以后谁叨叨我就给谁舌头剪下来。说完眼光扫过众人，好多人脸都绿了。各位父老乡亲，我陈梨花是什么人，你们都清楚。各位家里的孩子也有在我那上课的，知道我的为人。我陈梨花算不上光明磊落，可说话对得起良心。梨花泪点低，
自己一开口眼眶就有了泪花。我教孩子，我对孩子们有感情，你们自己也都有孩子，杀人诛心，孩子被人这么议论，还有个活路吗？这些话不能乱说，哪天事儿摊到自家头上，别人这么议论。好，暂且不说这事儿到底有没有，就说我男人，他做坏事我不饶他，可他没做过的事，我也不能让你们骂他。于川惊诧地看着他泪流满面的媳妇，他这是被一个女人维护了。梨花，走，不跟他们说这个，一个个的榆木脑袋，能听懂似的。你不准说话，我来说。梨花拿出从后妈那收回的彩礼钱，在座的各位，有一个算一个，谁能举证是他做的，这些钱都给他，我还送于川去坐牢，有人能说出来吗？在座的各位，有一个算一个，谁能举证是于川做的，这些钱都给他。梨花手里的巨款晃得所有人心动，可没人敢开口。二大爷，你说外面都传是我男人做的，他什么时间做的？就是昨天傍晚。昨天傍晚，他给家里挑水，还骂了邻居。四婶，是不是？是这么回事。那啥，铁根也不是骂我，就是唠唠嗑。现在你们还觉得是他做的吗？众人面面相觑，看来这次真不是老于家的街溜子啊。是，他是脾气差了点，可你们不能什么屎盆子都扣他身上，什么破事都说他做的。你们这么说，我们家以后怎么在这片住？还给不给人活路？于川锃亮的眼挨个瞪屋里众人，就是这些人让他媳妇哭的。杨老大痛苦地蹲在门口，抱着脑袋念念有词。完了，我家炕要塌了。村长正好溜溜达达的过来。杨大，你站着干嘛？上海滩演到哪儿了？我去他的上海滩啊。咋了？屋里打架。我倒要看看谁这么大胆儿。老于家的街溜子挑的事儿，进屋就把李有才踹了。哎，大爷，你去哪儿？我这吃坏肚子了。屋里有人眼尖看到村长了。大爷，你快过来主持公道啊！梨花也在，都气哭了。大爷，你快过来看看。村长只好硬着头皮来到屋里。大爷，有人污蔑我男人，说苑家屯的事儿是他做的。胡说八道，咱们屯的人能跑到隔壁屯犯事儿？我男人昨天在家，好多乡亲都看到了，这是污蔑，绝对的污蔑。那咱们不都知道不是你男人做的吗？差不多就散了吧，都还等着看电视呢。梨花更生气了，在他们眼里，于川的清白还不如电视剧重要。这屋里的人知道我男人被冤枉了，那外面人知道吗？这件事不给我们个说法，以后你们看电视，我就让我男人过来拔天线杆，谁也不要看。梨花，你想要个啥说法？跟大爷说，大爷一定秉公办事。我要找出那个最先传话的人，让他登门给我男人道歉。不仅如此，还要他在村大喇叭广播里连说3天于川我错了。我家柴火缺了，这天线杆子砍回去刚好。杨老大一个箭步窜过来，对着村长真情实感。大爷可得还于家大兄弟个公道啊，给人家媳妇急成啥样了。水浒传里有花和尚倒拔垂杨柳，咱屯也该有个于川手薅天线杆。谁最先传的铁根的闲话？屋里的人面面相觑，谁都不愿意开口。都不说，那你们都是帮凶。于川，把天线杆卸了。好嘞，手拿菜刀砍电杆，一路火花带闪电。是李有才。有了领头羊，众人纷纷附和。是他今一来就坐于川的位上了。不仅坐，还找茬。就他一个人说，我们可没说。梨花，明大爷让他给你们登门道歉。他要是不来怎么办？那就不给他开工资，他是大队会计，归我管。梨花这才满意，说给于川讨回公道，必须一讨到底。好了，别哭了。从杨家出来，这是于川第8次劝梨花了。你管我？老子才不是管你呢！你这么哭，脸皱了就成马土豆脸了。媳妇，你干嘛这么爱哭？我是泪失禁体质吗？尿裤子？胡说八道，是泪。哦，我想起来了，《西游记》里是不是有个扛着锄头种花的小娘们，整天哭哭啼啼，跟你似的？林黛玉。对，就是她。好家伙，评书一说她，我就得转台。看到乱花破草哭，看到哥哥跟别的娘们玩，她还哭。她一出来，我就恨不得让猴哥一棒子拍死她。猴哥拍不死她。梨花无语，纵然猴哥一个跟头108000里，也翻不到《红楼梦》里吧？你要不到学校听我上课吧，我教你重新认字读书，咱多看书少听评书行不？切，你还真以为哥哥不知道哭唧唧的林黛玉不是《西游记》的？我那就是为了哄你，让你别哭了。梨花摸摸脸，发现自己真的不哭了，正想夸2句，又听他倍儿自信地说：“他是杨家巷里的，就想用眼泪勾搭杨六郎。”梨花彻底不哭了，可还是有点堵，也不知道谣言传出去，那被伤害的妹妹还有没有勇气活下去。你放心，明儿李有才拿大喇叭把道歉放出去后，到时候再让小闺女家里套他麻袋揍一顿，大家的注意力就会被转移。你猜到我想什么了？这有什么猜不到的？女人怀孕后就是特别护崽。梨花低下头，有些感叹于川的细心。村里的狗下崽后也特别护崽，
你看我胳膊这还有被狗咬过的疤痕呢。我那时还小，看狗下崽我就偷，母狗追着咬。你刚刚拿板凳砸李有才那一幕，真像。于铁根，你不是个好饼！梨花气得一跺脚，丢下他大步朝着家走。嘿，这小娘们说气就气。转过天，学校正在课间休息，村里的大喇叭响了起来。喂，能听到吗？于川同志，我的这次行为是不好的，是不对的，请你原谅我。李有才，你没吃饱饭吗？好好念，大声念，有感情的念。梨花眼睛一亮，哎呀，他家街溜子是怎么混到广播室里的？李有才啊，你说你那书读狗肚子里去了？检讨李有才大才子竟然不会写？不会，我教你。不用谢了。梨花，你爷们，我也是个有文采的人。李有才真想掐死于川，他这一嗓子喊的，全村都知道了。老师，广播里说的是你不？娇娇在一旁撅着嘴，嫂子肯定不会承认的。现在说话的是老师的丈夫啊！我娘说了，于铁根是街溜子，早晚得进去。老师，你离他远点。我娘说了，于铁根是街溜子，早晚得进去。老师，你离他远点。打死你个胡说八道的！娇娇说完就和小胖扭打在一起。喇叭里再次传来于川的声音：开头写犯了什么错，中间写你对错误的认知，结尾表明决心。李有才，你学会了吗？梨花一边分心听广播，一边拉架。突然小胖一口误伤到了梨花，顿时呆若木鸡。完了，街溜子会杀了我的。老师没事，别怕，你咬我嫂子。于娇娇，你先动的手，去罚站。梨花从来没这么严厉对娇娇说过话，小丫头顿时傻了。他先骂我哥的，他有错，你也有错，你们俩一起罚站，我一会找你们谈话。于川看着李有才就不舒服，呸了一口就冲上去来了套组合拳，喇叭声戛然而止。梨花怕于川吃亏，安顿好孩子就往广播室赶。等他到门口时，正好遇到村长领着2个警察。大爷，你领着这么多警察干啥呀？是梨花呀，陈梨花同学。是你啊，廖勇同学。梨花认识廖勇，这是他中专同学。廖勇同学，原来你毕业后做了人民卫士啊，专门抓坏人啊，真是非常适合你。梨花故意把坏人2个字咬得很重，就是为了提醒里头的第一大坏人。梨花，你认识这位同志？他是。话还没说完，于川扶着晕过去的李有才出来了，几人的目光都落在他身上。有才怎么了？我跟他好好的讲了道理，这小子大概忏悔他的行为吧，羞愧的晕了。你就是于川，我们接到群众举报，说你在这一带欺男霸女，有这回事吗？哪个群众说的？他身上的伤是你打的吗？如果于川回答是，至少也要被关上几天。梨花怕他犯浑，抢先开口道：我丈夫脾气是不太好，但说欺男霸女就过分了，有什么证据吗？法律讲究的是证据，我相信各位都是秉公执法的人，不会根据毫无依据的造谣胡乱抓人。你是谁？我是于川的妻子陈梨花，说我丈夫打人，就请提出有效的证据，人证物证总要有一样吧？对，我们屯可是模范屯，要是有那种欺男霸女的事儿，我这当村长的可不能不知道。跟你们举报的那个女人叫柳腊梅，她跟李有才存有事实男女关系，这俩人跟我有过节，四处说我家坏话，这个全屯的人都是证人。草，就知道是他搞的。梨花赶紧瞪了他一眼，一旁的廖勇一脸惊讶。陈梨花同学，你嫁人了？廖勇这话让于川眯起眼睛，他闻到了情敌的气味。2月前就跟我领证了，现在肚子里也有我的孩子了。哎，你是我媳妇在学校的同学，怎么没来喝杯喜酒？那你动作可真够快的。男人怎么能快？哥们，你这话说的，我可不爱听啊。媳妇，你说是吧？陈梨花同学，你真的？廖勇想问，你是自愿的吗？没有人强迫你吗？你他妈的放什么？你闭嘴啊！没看到人家是为我好吗？廖勇眼睛都直了，给往日那么温柔的梨花都弄得打人了，这街溜子真不是一般人。各位同志，你们也看到了，我爱人他对我从来都是打不还口，他怎么可能欺负我？我娘说了，打是亲，骂是爱，稀罕不够用脚踹，你看我多稀罕他。既然你是自愿的，那就没事了，我们也要去下一个屯了。等一下，那个女人造谣我男人，是不是得让她给我男人道个歉？柳腊梅跟李有才俩人因为嫉妒我们日子过得好，屡次在村里散播谣言，还把您2位请过来，这属于浪费公共资源。我要她跟李有才一起在喇叭里当着全村做检讨。对方到底是个女同志，以后还要嫁人，要不我让她去你家道个歉，我们再给她做思想工作。梨花给村长一个眼色，村长忙上前说道：2位有所不知啊，这个柳腊梅不是我们村的，她是跟着她母亲后嫁过来的，平日里在村里风评极差，我这村长也深感不耻，感觉留这样的人愧对祖宗。她之前还陷害过我，想害我流产，这些你们在村里打听一下都能知道。这样的恶人，我男人都没打过他一根手指头，谁还敢说我男人欺男霸女？警察看看梨花，又看看于川，那就按着你说的去做吧。
送走了警察，梨花把于川拖到没人的地方。你呀你犯浑的时候能不能看看场合？要不是我来了，你是不是得让人请过去喝茶了？切，多大点事？你还敢说？你气死我了！回去后你要好好反省你的所作所为，保证以后再也不犯浑。于川不说话，梨花还以为伤到他自尊了，正想补救一下。你勾引我！从刚刚你为我说话的时候，我就想这么做了。说着，于川就强势给梨花来了个壁咚，正想吻下去，突然身后的墙塌了。没错，就是这么凑巧。于川连忙拉着梨花退到李有才边上。你这个臭不要脸的李有才，你竟然损坏公家财物！这时生产队的工作人员过来查看情况，就见到于川一脸正气地指着晕过去的李有才。这家伙把墙弄塌了，修墙就从他工资里扣吧，不用问他也不会承认的。还是铁根热心肠了。于川瞥了眼梨花，见他低着头捂着嘴偷偷笑。出了生产队，俩人并排走着。哥哥给你出了气，怎么谢我？晚上我做拿手菜给你吃呀。想吃别的？梨花脸一热，警惕地退后2步。我现在可没满3个月，我告诉你啊，你呀，不要总这么冲动。就比如今天，你跟警察贫嘴干嘛？对你不会有一点好处。为人处事要懂得收敛锋芒。别的老子也就忍了，他说老子快，你胡说什么？老子说的难道不是实话？快不快？你能不知道？呸！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我回去上课了。等梨花回到学校，路过一间教室，讲台上一个50多岁的老头正坐着喝酒，边上还站着个女同学。老头一只手抓着酒瓶，等等，另一只手去哪了？陈老师，你这干嘛呢？苑老师，我刚出去一趟，您这是？梨花记得这个老头叫苑大刚，在这个学校当老师也有些年头了。哦，我这考试呢？苑大刚的眼神让梨花浑身汗毛立起，而且他总感觉这个人的手不干净。苑老师，我想看您的教案行吗？我没有教学经验，不太会写。在办公室，你自己拿。能不能麻烦您跟我走一趟？苑大刚眼睛一亮，以为梨花想单独跟他相处。你回去写卷子。办公室走2步就到。苑大刚看里面坐了个老师，脸瞬间就黑了。就在我办公桌里，你自己拿。梨花知道办公室有人，他故意弄这么一出，就是为了支走苑大刚。等墨迹的差不多了，梨花回到自己的教室，娇娇和小胖还在当门神罚站呢。小胖，你带男同学去操场玩。很快教室里只剩下了女同学。梨花很担心苑大刚，她决定给这些孩子普及一下性知识。梨花在黑板上用不同颜色画了个小人。我们的身体分为2个区域，白色粉笔画的这一部分是可碰触区域，红色粉笔是不可碰触区域。小女生侧着头不敢看，娇娇则是捂着眼睛从指缝里看。如果你们遇到有奇怪的人，做了让你们很反感的事，一定要勇敢地说不，并告诉你们最亲的人。如果不敢跟爸爸妈妈说，就来找老师。老师的丈夫是屯里最厉害的人，有他在，没人会欺负你们。谁敢威胁你们，就让老师的丈夫打他。该溜子的名号在这种情况下最是好用。放学后，梨花看到在门口等着的于川，正想过去，就听男人喊道：“那不是小谁家小谁吗？生产队的墙，李有才，你啥时候给修好？不过来跪下给爷爷我拜个早年吗？”刚下班的李有才跟见鬼似的，撒腿就往反方向跑。瘪犊子，看你那缺斤少脑的样子。梨花被逗乐了，正想过去，就听到身后有人喊他：“老师！”原来是罗二丫。二丫，有事吗？我有话想告诉你。梨花心咯噔一下，忙领着二丫到没人的角落说悄悄话。隔了一会，于川就看到梨花眼圈红红的朝他走来。这咋了？尿点又崩了？我现在很生气。刚才二丫对他说，他看到过苑大刚的手放在不该放的位置。梨花现在只想灭了那老东西。咋气成这样？于川，你帮我。不帮。你帮帮我吧。撒娇也不好使，硬汉的心都是硬的。5分钟后，喝得醉醺醺的苑大刚跟着娇娇出了校门。你嫂子在哪儿呢？娇娇指着不远处的小树林，按着亲哥教他的说：“就在那呢。”苑大刚迈着无比期待的步伐朝着小树林走去。进了小树林，迫不及待嚷嚷：“陈老师，小陈，陈辣，你在哪儿？”树下坐着个人，头用围巾裹着。陈辣，你这折杀人的小东西，这么晚叫我来这干啥？苑大刚走近2步。陈辣，白天就觉得你闻着真香，快让我离近了闻闻。你爹我香不？妈呀！于川一脚踩他背上。叫什么嘛？叫爹。是你妹妹叫我过来的，你可别误会了，我可没别的意思。你当老子瞎还是傻？跟我见村长去。我对你媳妇真没意思，声张出气，你媳妇也没面子。你要多少钱，我给你钱。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我当年也教过你，也是你老师啊，给个老师价算我便宜点吧。哦，对哦，你还是我老师呢。苑大刚疯狂点头，脸上挂着哈巴狗似的笑。不提还好，一提老子更气，你真他妈让人膈应。于川一脚踩在他背上。老子的媳妇你也敢垫肩？棺材买好了。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你放过我吧。
欺负几个小姑娘了？哎，万梅，有人亲眼看得真真切切，你以为不说实话，老子就能放过你？这届就那么3-2个，我真没把他们怎样，就是摸了2下。我年轻时让鹅啄过，将有点毛病，我是绝对不可能做到那一步的。我的身体是有残缺的，就摸摸而已，也没把他们怎么了。你放我走吧。哼，哦，放过你，然后老子回家不能上炕，你就摸摸他们而已。我的拳头也想摸摸你而已。于川陡然提高音量：“大爷，校长，都听清了。”苑大刚心一紧，只听林子外传来2声清晰的声音：“我们都听到了。”梨花领着校长和村长站在林子外，苑大刚说了什么，这些人都听到了。这咋整？学校出了这么大的事，抖出去他这校长就别想做了。铁根这不教训他了吗？回头把他辞了就算完事了。老苑到底是岁数大了，真折腾到局子里，再没命了。家里还有老母亲和孩子。哼，不行，他做坏事的时候怎么没想过后果？他家里有老母亲，那孩子们呢？那么小的年纪就留下这么大的阴影，后半辈子咋办？老苑不是有毛病吗？也没真成事，就摸几下。校长，你也有女儿，摸你闺女几下，你愿意？小陈老师，你是不想继续教书了？梨花，你怎么跟长辈说话呢？于川这时揍完人出来了，吵什么？合伙欺负我媳妇，谁敢惹我媳妇掉眼泪，我就敢给谁放血。我家男人脾气也不是很好，谁惹他，他左青龙右白虎，把人打成250。2个老头面面相觑。我是为了你们好，眼看就要选村长了，大爷，学生家长如果知道你放了苑大刚，还给你投票，校长，你保这种渣子，以后学生家长隔3差5套你麻袋，你家中的老母和孩子怎么办？要是闹大了怎么办？报警不一定非得闹得沸沸扬扬，我们把他送局子里，对外就说挪了公账，这样他进去了，村里也不会受到舆论影响。最主要的是，梨花要保护那些孩子的隐私。村长眼神复杂地看着梨花，虽然人是于川揍的，可整件事的主导者都是梨花，他语气中不自觉地带了丝敬畏。那苑大刚，把他关学校仓库，明早再送。大爷，你最好找俩小伙子看着门，想提前观看的家人们可以在置顶视频左下角超前点播哦。花设计抓住了学校里的咸猪手，可2个老头却怕事情闹大影响自己的官帽子。那苑大刚，把他关学校仓库，明早再送。大爷，你最好找俩小伙子看着门。为啥？梨花与他擦肩而过时低声说道。大爷，拉拢人心的时刻到了。村长有些捉摸不透，接着2人去小树林查看情况。苑大刚已经被揍得没有人样了。他大爷，陈梨花最后那话是什么意思？村长这时琢磨过来了，不马上把苑大刚交上去，是想给那些受到欺负的学生家长出气的机会。他拉拢人心，梨花为民除害，这丫头手段不输他娘啊！亏得我没得罪他。他大爷，善攻者立于9天之上，善守者藏于9地之下。啥？你咋净说我听不懂的话？我是说呀，你以后千万别得罪陈梨花。第2天清晨，王翠花发现院门口堆了几个小篮子，装着鸡蛋、白糖之类的。这哪来的？梨花不意外，这应该是学生家长半夜偷偷过来放的。一会我挨家问问，看看是谁掉的。于川昨天做了好事，这是大家对他的肯定，收着吧。这小子不做坏事都谢天谢地了，他还有那个善心，他不会跑出去抢东西了吧？静屋说他可厉害了。进了屋子，梨花把于川抓人的事儿讲给婆婆听。活该，老不死的当年翻墙想偷看我洗澡，被咱家大鹅咬得嗷嗷叫，这就是报应。你总算是干了件人事，不过也不用翘尾巴，功劳是你媳妇的，没你媳妇你能有这觉悟？他越看梨花越满意，贤妻旺3代，老于家有指望了。王翠花喜滋滋地去厨房，她要亲自下厨奖励儿媳妇。下次什么时候讨论诗词歌赋？我觉得这个济阳州韩绰判官特好，值得反复复习。为了奖励于川收拾坏人，梨花主动让他上了炕，讨论诗词歌赋就成了夫妻俩做羞羞事的代号。我会背的，可不止这一首哦。只要你能把苞米地里那个恶棍抓到，我跟你讨论下琵琶行。于川站起身，撸起袖子就往外走。苞米地里那个臭不要脸丢老爷们脸的混球，等着接受正义的审判吧。天都没亮呢，你抓谁去啊？又到了课间休息时间，广播准时响起李有才的声音。父老乡亲大家好，我是李有才。今天的检讨格外实在。梨花纳闷儿，难道于川又去盯着了？等梨花赶到广播室，2年轻人从里面出来。嫂子，川哥交代我们的事都办好了，李有才自愿把检讨读完了。梨花瞄了一眼2人手里的棍子，真是好一个自愿。于川人呢？川哥说他为了诗词歌赋奋斗去了。嫂子，你用了啥法子让川哥这么愿意学习？梨花有些害臊，这法子可不兴外传。这是川哥亲自烤的，让你吃完了再上课。梨花接过烤红薯，心里暖暖的。美中不足的是，她没听到柳腊梅的检讨，应该是躲到别屯家亲戚避难去了。不过下午于川带回的消息却弥补了他的遗憾。
原来是于川在蹲守恶棍时撞见有人向柳腊梅提亲。他现在的名声，谁这么胆大还敢要他？说是死了媳妇的官夫，老家是苑家屯的，考上中专后分配在市里上班，媳妇得病死了，没孩子，工资待遇都挺好，是个老实人。该不会是苑大业吧？你怎么知道？梨花无语，因为苑大业就是柳腊梅前世的老公，柳腊梅就是傍上了他，成为了阔太太，典型的苍天无眼。柳腊梅的奶奶给了媒人钱，让媒人跟男方家吹柳腊梅人好，男方一家对这娘们的所作所为都不知道，媒人说他就信了。我站在柳腊梅奶家院子外放水，刚好听到俩家约见面时间。你可真不是个好饼，为什么总站在别人墙外撒尿，还偷听？不要在乎这些细节。柳腊梅这边吊着李有才，那边又同意跟别的男人见面，我能看着老实人吃亏，娶这种狗屎女人？哥哥是那种不发扬风格做好事的男人吗？所以你做了啥？也没啥，媒人给男方家回话时，我刚好路过借水喝，顺口帮他详细的介绍了柳腊梅，他是怎么跟李有才勾搭，陷害你差点流产，跟别的男人眉来眼去，说的可详细了。男方什么反应？听完后哆哆嗦嗦的掏出火柴给我点了根烟，说了句谢谢，跑步去车站了，唯恐跑慢了赶不上回程的车。柳腊梅前世的好姻缘被于川一泡尿拆散了。虽然苞米地的坏人没抓到，可我这发扬风格搅和了柳腊梅，你多少也得上个态度吧。按着昨天的标准奖励你。于川不敢置信，幸福来得太突然，收拾他一次都赶上抓坏蛋的待遇了。等到了晚上，于川正要享受自己的奖励，外面突然有人嚷嚷：川哥！于川黑着脸开了门，是白天的小弟。川哥，咱们兄弟按着你的吩咐守着小树林，还真让我们堵着人了，你都猜不到是谁。是谁啊？李有才。李有才。我和我弟按着川哥的意思守在咱屯小树林，见着李有才鬼鬼祟祟的过来，我俩看他鬼鬼祟祟毛毛腻腻的，不像是要做好事，本想直接把人扣住，可是我们谨记川哥的吩咐，捉人必须要成双，单个不能抓。梨花看了眼于川，眼带欣赏。李有才真的拽小姑娘了吗？小姑娘那倒没有，他见的是柳腊梅。好家伙，俩人一前一后的进林子，进来后就一通啃。嫂子，要不你先休息。梨花听得正是津津有味。俩人见面就啃，李有才把腰带解开，我们哥俩就冲过去，把他和柳腊梅一人捆着手，一人一个套麻袋了。本来川哥只捆男的，可这女的跟嫂子不是有过节吗？那裤子提上了没有？梨花脑补了下，哎呀呀，画面实在太美。你们心思挺细的。川哥教育的好，川哥早晨开会时就跟大家说了，无论抓到的是谁，男的都得让他露着。那个啥，哥，现在怎么办？找辆马车送局子里。等等，别送他们去局子。想提前观看的家人们可以在置顶视频左下角超前点播哦。送他们去局子。小娘们要是敢心软，那可就别怪我家法伺候了。梨花趴在他耳边嘀嘀咕咕，于川挑挑眉，小娘们花样挺多啊。这时王翠花也出来了。你俩大晚上的去哪儿？去村长家看热闹啊。李有才跟柳腊梅让人堵小树林了。哎呀呀，这得看看，你俩先去占个前排好地方，我收拾下一会就到。娘，你把娇娇也领过去吧，咱们都出门了，别让娇娇一个人在家，不安全呢。村长这会正烤着土豆呢。大爷，出事了！吓得他一哆嗦，黑着脸把门打开，就看到杨家兄弟一人扛了一个麻袋。我们哥俩在小树林看月亮呢，见着小树林里有人鬼鬼祟祟的，就给捆来了。今儿阴天，看你大爷的月亮！找我们干嘛？大晚上的，让不让人睡觉了？王芬芳和陈开德也被喊来了。杨家哥俩把麻袋解开，露出被封印的一对男女。腊梅，这不是小谁家小谁吗？怎么跟柳腊梅在一起？李有才看到这阵仗，立马就慌了。村长，这一切都是于川鼓捣的。老子在家陪媳妇学唐诗呢，你跟柳腊梅钻小树林关我屁事？那么埋汰的女人，脖子跟黑车轴似的，也只有你啃得下嘴。大智二魁，铁根让你们抓的。杨家哥俩整齐划一的摇头。村长一看就明白，就是于姐跟这该溜子撺掇的。王芬芳眼珠一转，意识到这是个机会，正好让李有才娶了他闺女。我闺女还是黄花大闺女，这可咋整？就姨娘的意思吧。李有才脸都绿了。大爷，我是被冤枉的。哼，李有才，你要认清形势，你脱裤子时怎么没想那么多？现在你唯一的出路就是把柳腊梅娶回去。大爷，我跟腊梅真的不是那种。有才哥，都这样了，你就认了吧，我不嫌你穷。他白天喊苑大业的时候也是大业哥，苑大业听了鞋差点没跑掉了。一句话把全场气氛整到最高点。李有才从地上蹦起来，指着于川骂道：于川，是你算计我？是啊，我算计你，让你约柳腊梅，我甚至控制你的精神，让你脱裤子了。李有才彻底怒了，指着于川骂个不停。于川转过头，看到李有才老娘正往这赶。李婶，你家这条狗哪个窝里抱回来的？挺能狒狒啊！按照你刚刚的方式，再给大爷狒狒几声，狒狒的好，大爷赏你2根肉骨头。李母赶过来，看到这一幕，气得直哭。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别哭了，
你儿子闯这么大祸，人家女方还愿意嫁给他，这不挺好？我儿子是要娶高门贵女的，他也配？也不照照镜子。我闺女还看不上你们家祖传吃软饭呢。你男人倒插门，你公公倒插门，你儿子还想倒插门也行，就让李有才给我家倒插门当上门女婿。梨花在边上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泼妇对骂好不热闹。李有才这时突然窜过来，指着他骂道：王翠花，你个老妖婆子，你生的这是什么妖孽？李有才没戴眼镜，加上又是晚上，直接认错了人。就是你，你以为换个马甲我就认不出你了？睁开狗眼看清楚，这谁？梨花，怎么是你？你算哪块小饼干，叫我老妖婆子？也不照照镜子看看，你脸上的褶子都能夹死苍蝇了，我没你这个不孝子！李有才俩眼一翻，绝望的晕过去了。于川随手把他丢到地上。没见过这么主动作死的媳妇，你今儿表现得不错。李母看到儿子晕倒，指着梨花骂道：你这个祸害，都是你害我儿子。长得丑的少说话。于川拉着梨花后退2步，满脸嫌弃。梨花，离这种脑瓜有问题的人远点，咱娘说了，不让咱们跟傻子玩。我来晚没？刚好呢，现在已经上演到李母和王芬芳相互嫌弃。我儿子是中专生，我闺女长得好看，我儿子有可多女生喜欢了。我闺女上门提亲的人踏破门槛。都闭嘴！我不管你儿子多厉害，也不管你闺女多那啥，你们两家如果不结亲，那我就给你们俩都捆过去见官，就按着盲流子处理，都蹲巴黎子去吧。2个泼妇都沉默了。你们考虑的咋样？私下和解结婚，我现在就开介绍信，明登记。这事以后谁也不准提，小两口回去好好过日子。如果不同意，我现在就让人套车送你们两家进局子。算了，就这么地吧。我家委屈点，娶就娶了。可话说在前面，我们是一点彩礼都不会出的。李有才的婚事很快就传遍了王家围子，按说不该传这么快的，但架不住有个街溜子天天盯着他们念检讨。王家围子各屯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本人仅代表杨屯的父老乡亲，携全村鸡鸭鹅狗毛，向马上喜结连理的李狗才和柳建梅送出新婚祝福。在这个值得庆贺的日子里，我决定为他们献上一首歌。等全村吃你俩菜的时候，记得叫你爹我，还有你娘我媳妇。李有才要气炸了。于川，你欺人太甚。哦，欺人太甚是对人说的，你是人？哼！从你们俩勾搭在一起，算计我媳妇流产的那一刻起，就要有心理准备，承受老子无时无刻的报复。你想怎样？你得罪老子，老子就会一直记仇。你跟柳腊梅俩混球，在老子心头拉屎，想老子放过你，原谅是不可能原谅的。老子想起来就要揍你一顿，等老子打累了玩腻了再说。祝二位这辈子都吃不上4个菜，吃饭有人喂，拉屎有人擦，走路有人推，一身大病却长命百岁，不孕不育，子孙满堂。于川，你这个没有素质、小肚鸡肠的男人，我已经知道错，我也想悔改。你为什么不给我做好人的机会？梨花不是没流产吗？你何苦这样苦苦相逼？梨花不是没流产吗？你何苦这样苦苦相逼？我没给你家造成损失，为什么揪着不放？批放完了。于川，咱两家恩怨到此为止吧。佛祖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佛祖说的，那你找佛祖啊，跟我避什么？惹我一次，打你一辈子。我们老于家祖祖辈辈就没有原谅这个美德。饶了我吧，我以后再也不敢了。呸！李有才，你识相就带着这娘们离我媳妇远点，最好搬到别的地方永不相见，否则老子心情不好就打你。还有你，别以为你脖子全都是皱，一脑袋头皮屑，老子就不打你了，戴着手套一样揍你。等于川走后，柳腊梅哆哆嗦嗦道：有才哥，咱们搬家吧。搬是肯定要搬的，但不是现在。于川要是打咱们怎么办啊？有才哥，我怕他就是个街溜子，早晚都得进去，你怕他干什么？有才哥，你刚刚还跪下呢。你懂什么？我那是战术撤退，我是为了迷惑他，让他放松警惕。人恶人怕天不怕，于川恶贯满盈，老天都要派人收拾他。咱屯谁能打得过他？李有才冷笑2声，说出了前世的事。没人打得过他不要紧，有人能收拾他妹妹，不出3天，他那个任性的妹妹就得让人拽苞米地霍霍了。这就是老于家的报应，跟我作对的人不会有好下场。啊，你说的是真的吗？于娇娇真的会被拖苞米地？放心吧，腊梅，你就等着看热闹吧。李有才记得很清楚，前世于娇娇被人拖进苞米地，村里风言风语传得很凶，于家扛不住就离开了王家围子。你娘手里还有钱吗？你偷点出来，我得配眼镜。我娘的钱都让梨花拿走了，我回去看看吧。柳腊梅回家找钱，正好遇到梨花回来取她娘留下的书。你这个扫把星还敢回来？梨花懒得理他，把书全部装到推车上。不准拿，我要卖废纸。你这丧门星，都嫁出去了还回娘家偷东西，你敢动我，我男人就揍你，不信试试。你不要太得意，
老于家的报应马上来了。你不信，我告诉你，你小姑子马上就要倒霉了，就是你克的，你走哪儿哪就要倒霉，等着看吧。老于家早晚不要你，就是你给老于家招来灾难的，你小姑子完了。梨花不理他，推着车走到院里，顺手把几只鸡也一起打包了。陈梨花，你损人不利己，图什么？你还偷我家鸡？柳腊梅不敢动手，只能站原地骂：你这个命里带克的，老于家早晚让你克的带不下去，你小姑子好不了。梨花推着车往家走，低头回想着柳腊梅的话，眉流一肩撞到个人。对不起，你没事吧？臭婊子！梨花眉头一皱，不过想到自己理亏，她只是默默把车收拾好。贱女人，走路不长眼，你下。你再说一遍。见梨花突然厉害，男人竟然直接扭头就走了。有病，欺软怕硬。李有才正巴结村长呢，见到这一幕脸色大变。陈梨花，你没事吧？我能有什么事？你离那个苑长贵远点，他是个疯子，他很危险的。这不是小谁家小谁吗？你怎么在这？出来溜溜，你这是干啥呢？苑长贵你知道吗？哦，苑家囤的光棍，窝囊废一个，30大姐来也说不上媳妇，据说是因为胆小，没人愿意要他，平日里也不见他跟人说话，你问他干嘛？刚才撞到他，他骂了我几句，李有才就跑过来了。梨花突然想到了什么，脸色越来越白。咋了？脸色这么难看？于川，我问你，你在什么情况下会做出搬家的决定？搬家？搬什么家？咱在杨屯过得有滋有味的，为什么要搬？假如有天我不见了，你会搬家吗？不，你不会搬，你会一直等我回来。所以于川会搬家，是因为娇娇出事了。梨花眼泪不自觉地流出。我错了，是我的错。多大点事？至于你哭成这样，谁欺负你揍谁就完事了，你下不去手，不还有我？可是我错了，我错了就改，改了再犯，犯完还改，改了再犯，千锤百炼吗？于川，我们回家，我有话和你说。你要跟我说什么？我知道玉米地那个坏蛋是谁了。什么？我怀疑是苑长贵，他下一个目标可能是咱家娇娇。你说他目标谁？娇娇，柳腊梅亲口说的，他肯定是听到了什么。敢打老子妹妹主意，他这么想死？于川冲到厨房抄起菜刀就往外走，梨花赶紧拦住。你不能现在就去。你闭嘴，老子还没死呢，想动你们，等老子死了再说。不能去。你让开。我不让，你要是把人砍了就得进去了，我们娘几个怎么办？那瘪犊子往我心口上拉屎，你让我忍？没让你忍，娇娇是你妹妹也是我妹妹，有人打她主意也是往我心头戳，我有办法让她生不如死，可绝对不是你这样的蛮干。这家轮不到娘们说话，你起开，别以为老子疼你就敢骑在老子脖子上作威作福，这家我说了算。梨花上前直接夺下菜刀抵在自己脖子上。你这小娘们疯了，快把刀放下。于铁根，我把你当成我男人才跟你说的，我娘不要我了，这世上就你跟我最亲，我不想跟你藏着掖着，我有什么都想告诉你，你要是犯浑，你敢让我没男人，让娇娇没哥哥，让咱娘没儿子，我就抹脖子。快放下，有话好好说。这家谁说了算？你快放下。你还蛮不蛮干了？我就打他几下，不打死。喂，我听你的，别使劲啊。陈梨花，今儿大爷要是不给你厉害一个，你就不知道谁是户口本第一。于川退后几步，拿起灶台上的鸡蛋筐。放下斧子，不放我就把这筐鸡蛋砸了。堂堂大老爷们居然拿鸡蛋当起人质了。王翠花听见动静连忙跑过来，代家玩意把筐放下。想提前观看的家人们可以在置顶视频左下角超前点播哦。家玩意把筐放下。那小娘们握着刀你没看见，光骂我。王翠花喝了声，贾抹脖子和真摔鸡蛋她是分得清的。瘪犊子玩意，我要不在，你是不是要上手打梨花？给你能耐的。戳这干啥？进屋。回到屋里，于川故意站到炕梢，表明要和梨花划清界限。眼下这事儿，你们想咋办？梨花低下头，她知道这件事如果处理不好会寒了婆婆的心。她走到于川跟前，拉起他的手：“你别气了。”干啥玩意？松开！你不生我气我才撒手。少跟我来这套。你不想放过那家伙，我也不想放过他。咱没抓他现行，人家也没针对咱妹妹咋样。你过去把人废了，咱家说不清的。等他对娇娇下手，那都晚了。所以就不能让他得逞，咱也不能拿娇娇当诱饵。于川瞪眼，以为梨花是想自己当诱饵。你想干嘛？咱家的女人，谁也不能出去当诱饵去。梨花，铁根说的没错，娘知道你读书多，心眼善良，可眼下不是善良的时候。娘，咱家女人自然是不能做诱饵的，可除了我和娇娇，不还有个目击者吗？于川眼一眯，豁然开朗。你这小娘们，心眼怎么那么多？我怕你出事，我不想失去你。你俩打啥哑谜呢？我咋听不懂？咱屯有目击者看到了坏人行凶，坏人肯定要灭口。娘，咱家于川这么有侠义心肠，他能看着坏人得逞，
看坏人把目击者揍个半死的时候，他是不是得出手相助？制止恶行叫见义勇为，上门打人叫寻衅滋事，能一样吗？于川为民除害，至少得给个见义勇为的称号，上面是不是得给他颁个锦旗？下午放学，梨花领着娇娇出校园，没看到于川的身影。我哥干嘛去了？他有事去忙了。娇娇撅着嘴，她觉得上课就是折磨。喂，你说编数学课本的人是不是脑子有病？我就不明白了，把鸡和兔关在笼子里数脚丫子，算几只鸡几只兔，吃饱了撑的。还有那个小明从 A 点往 B 点走，小华从 B 点往 A 点走，求相遇时间，有那功夫嗑瓜子不香，知道相遇时间是能多吃2碗饭咋地？书中自有黄金屋，你长大就懂了。我不想懂，我想跳大神，读书太没劲了。梨花有些头疼。娇娇，知识就是力量。啥力量？你是咱村学历最高的女人吧？你能打得过我哥？俩人正说着话，梨花突然看到柳腊梅从路口走出，应该是要出屯。紧接着苑长贵的身影也出现了，他循着柳腊梅的方向跟着走。梨花心一惊，他中午让于川散播柳腊梅看见苞米地坏人的消息，这会儿苑长贵偷偷跟着柳腊梅，该不会是要灭口吧？他得赶紧通知于川才行。想啥呢？假设你哥跑步的速度是每分钟300米，那个李有才走路是每分钟60米，你哥需要多久能追上？都放学了，你咋还叨叨数学题？嫂子今儿就让你见识下知识的力量，跟我来。梨花带着娇娇来到广播室，在村长惊讶的目光中夺下喇叭。我借下喇叭。喂喂喂，能听到吗？站在院里的娇娇比了个 OK 的姿势。王家为子的父老乡亲大家好，我给大家出一道小学常见追踪题。小娇从主干道以每分钟60米的速度前行，大根2分钟后以每分钟300米的速度追击。问多久能追上？唯恐于川不懂，梨花又吹起了口哨。村长在一旁目瞪口呆。梨花，你跟这玩啥呢？没事。梨花站起身往外走。嫂子，你要相信你哥的智商。我是觉得我哥会生气吧，大根这代号能把他的小毛寸头气炸了。大根怎么了？我又没叫他大萝卜。天一点点黑了，梨花没有带着娇娇回家，就站在播音室门口望着柳腊梅离屯的方向。来了，大爷，你快出来啊！于川抓到贼了，你快来！村长麻溜的从广播室出来，就看到于川拿着个棍子，后面俩小弟一前一后抬了个棍，棍下面绑着个人，正是苑长贵。挺能吹啊！你没受伤吧？切，瞧不起你男人。这时柳腊梅被人抬过来放在地上，人已经昏过去了，身上还带着伤。闻讯赶来的王芬芳顿时傻了。你打了我女儿，你瞎！村长啊，你可得给我做主。王芬芳坐在地上，拍着大腿嗷嗷哭。他们老于家欺人太甚，又砸玻璃又要彩礼，连我家鸡都不放过，现在又给我女儿祸害成这样。柳腊梅在你心里还排在鸡后面。陈梨花，你这个扫把星，你怎么不去死？光在那狗叫有毛用？能咬到我们才算你能耐。在场的有一个算一个，你们平日背地里骂我，我只当是个屁放了。可有一点，不能骂我家人，让我听到你们说我家里人一个字，吾谓言之不预也。周围一片安静。铁根，这咋回事啊？是个货，想要杀柳腊梅，我带着我的兄弟刚好路过，顺手把人救了。他为啥要杀柳腊梅？这就要去局子里等他自己招了。梨花双眸发亮，知道于川这是在保护受害女孩的隐私，他把村长拉到一边，小声地说了事情经过。你说的都是真的？是不是？把他送去就知道了。铁根，你跟我一起去。我跟娇娇陪你，晚上咱就住城里，明儿逛一圈再回来。等李有才闻讯赶来，梨花几人已经乘马车离开了，柳腊梅也被带走了。女婿，腊梅让苑长贵打了，这可咋整？坏事做多了，遭报应。梨花呢？他才懒得管柳腊梅是死是活。我闺女都让人揍了，你咋还关心老于家的狐狸精？骂谁狐狸精？我看你才是野猪成了精，长得跟猪似的。我掐指一算，你们总惦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要倒大霉。李有才脑瓜子嗡嗡的，不明白事情为啥发展成这样了。梨花，你进来抢广播是为了这个？我看苑长贵带着凶器，一脸杀气，就提醒我家于川过去帮忙。虽然柳腊梅不是个好人，但我们家于川就是这般深明大义，救人于水火中。我们做好事也不求留名，想的都是咱村啊。这叫做好事不留名，全村人都知道了吧？我们不用柳腊梅给我们送礼，也不要加工分，可有一样。想提前观看的家人们可以在置顶视频左下角超前点播哦。我们不用柳腊梅给我们送礼，也不要加工分，可有一样。村长心咯噔一下，要钱村里可没有啊。柳腊梅登门给我男人道谢，大喇叭连续广播7天我男人英勇抓贼的事迹。村里要做锦旗给我们，小学作文都要写我男人英勇救人的事儿。树要皮人要脸，我们家不蒸馒头争口气。这是自然的，村里的5好家庭名额也可以给你们家。嫂子，我崇拜你。傻丫头，嫂子说了，知识就是力量。小娘们，憋什么坏水呢？
梨花的确憋了点心思，她觉得这次是个很好教育娇娇的机会。正烤土豆，听到你在喇叭里喊，顺手带出来了。还温乎着呢。看什么？快吃！梨花一看他这态度就明白，这土豆一直揣怀里温着呢，只不过硬汉是不能说出来的。娇娇，嫂子刚用的是小学数学的追踪题，到了初中还会学物理，物理里面的热学就能解释你哥的烤土豆为什么是热的。为啥？这涉及到吸热和放热，温度降低是放热，温度升高是吸热，土豆一边放热一边吸热。嫂子，你放过我吧，直接告诉我为啥？因为，你要读书，不读书，这些都不懂。娇娇看看手里的土豆，悟了。大爷不懂，所以他吃不上烤土豆。这老于家真是没有一个好饼。到城里已经挺晚了，警局只剩下值班的，还是梨花熟人。陈梨花，我们过来报案，你就吃这个呀。廖勇桌上放着个窝头，还有罐咸菜。我这没家没口的，糊弄饭呗。梨花简单说了事情经过，廖勇不敢耽误，马上通知了同事。苑长贵是个没骨头的，稍微一审什么都招了。于川在里面配合做笔录，梨花领着娇娇坐在外面的长椅上等着。嫂子，你干嘛让我跟过来呢？梨花觉得自己前世害了娇娇，所以这一世她想竭尽全力培养娇娇。娇娇喜欢警察吗？喜欢。以后当警察也得靠学历了，不能接父母的班了。想为民除害，至少也得中专学历。你看那个廖大哥，就是嫂子同学。我跳大神也挺好。不只是警察，所有稳定的工作对学历都有要求。明天嫂子带你去报社，我们看的报纸都是那里印刷出来的。报社你也能进？陈梨花毕业后差点被分配到报社当编辑的，你嫂子的文章写得好极了。嫂子，你这么厉害吗？她是我们学校成绩最好的女生，如果不是，陈梨花，我们聊聊。好。于川从审讯室里出来，没见着媳妇。你嫂子呢？跟他同学出去说话了。路灯下，梨花跟廖勇面对面，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于川眯起眼睛，娇娇立马慌了。哥，你不能在这打人。我是那种野蛮人。陈梨花同学，同学们都挺惦记你的，有困难大家一起想办法。廖勇甚至想组织捐款，把梨花从农村里捞出来。廖勇同学，我很感谢你的关心，但现在的生活就是我想要的。我丈夫有很多过人之处。我丈夫热爱家庭，忠于婚姻，热血阳刚，成大事不拘小节。远的不说，我们屯最近抓的这俩坏人都是他带人抓的，心怀人间大义，也珍惜温情日常。于川过来就听到这些，纵然是他这般厚脸皮，也震惊的找不到北。这说的是我吗？廖勇同学，我想问关于袁悠悠的事。谁？袁铁头，顶替你进日报社的那个。毕业分配工作时，梨花恰巧生病了，而袁悠悠又恰巧顶了他原本的工作。大冷天站在这聊，不冷，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坐下来慢慢聊。梨花有点惊讶，他竟然能说出这么体面的话。他们单位安排。进了饭店，于川拎着几瓶啤酒。我自掏腰包买酒，跟廖同学喝点。你领导那我打过招呼了，领导让你把我们这些群众陪好。于川都这么说了，廖勇也只能奉陪。几瓶酒下肚，廖勇准备去放水。廖同学，我陪你一起去。梨花疑惑地看他，这家伙憋啥坏水呢？等两人回来时，廖勇一脸吃瘪的表情，于川则是红光满面。至于于川去干嘛了，自然是放水时不经意间比了个大小。过人之处的确过人，简直就不是人，不是人了。等回到房间，梨花拉着于川，我明天想去报社，有个事要跟你说。他把和袁铁头的恩怨说了出来。我知道你想给我出气，我也相信你能做得特别好，但这件事请你务必交给我处理。如果不是我亲自收拾他，我以后做梦都是这个事儿。打几顿就能解气的事儿，那么麻烦干嘛？你连女人都打。他欺负你的时候没把自己当女的，我干嘛拿他当人看？你想打他也得等我把事儿办利索的，我不出这口气，你就不能动手。娘们就是麻烦。他这态度算是默认了梨花的要求。第二天早上，几人在街边吃早餐，看着城里的人光鲜亮丽，娇娇有些疑惑。嫂子，你为啥不留在城里当上等人啊？因为啊，我留在你哥身边就是人上人啊。欠收拾。娇娇哪懂夫妻俩带颜色的暗示，傻愣愣的继续问。给街溜子当媳妇也是人上人，咱家也没有自行车，也没有个好工作给你。于娇娇，你皮子紧了？我说的是实话。我们家现在是没有自行车，但是以后会有的，只要我们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踏踏实实过日子，总会越来越好。工作的话，梨花的目光视线落在前方穿着红衣裙的女人身上，扯扯嘴角，也会有的。袁悠悠也发现了梨花，正想转身走。袁同学，好久不见。陈同学，你怎么在这？我不能来吗？就算我不能来，真相他总该来吧？想提前观看的家人们可以在置顶视频左下角超前点播哦。不能来吗？就算我不能来，真相他总该来吧？我不知道你说什么。你不跟我说，我就找李姐，她会愿意跟我说吧？李姐是报社的总编，当初梨花跟她有过一面之交，
陈梨花，工作是学校分配的，你有什么不满找学校？你冲我使什么劲？强扭的瓜不甜，你这样纠缠不清有什么意义？于川本答应梨花不插手，可听到这话坐不住了。强扭的瓜甜不甜，我们根本不在乎，就是想把它拧下来。那瓜本就是我们的，拧不拧都是我们自己愿意的事儿，不甜不要紧，蘸白糖拌凉菜熬汤，我们乐意。他是谁？他是我丈夫，是个脾气不好的男人。现在能跟我单独聊聊了吗？陈梨花，你这次到底是来干什么的？我都知道了。梨花只用了5个字，就粉碎了袁悠悠强装出来的冷静。我是怎么病的？值班医生已经招了，你瞒不住了。我找李姐，你的工作还能保得住吗？被开除，档案里有了污点，还有单位要你。陈梨花，我求你了，我给你钱，你放过我吧，求你不要赶尽杀绝。袁悠悠痛哭流涕，我爸有高血压，我妈有心脏病，我爸妈不能受刺激的，我是对不起你，我愿意补偿你，可你千万别毁了我啊！你毁了我，就等于毁了我的家庭，我求求你了。若梨花没有前世的经历，说不定会心软放他一马，只可惜今非昔比。你凭什么以为你家里可怜，我就该理所当然的原谅你？我爸妈真有病，毁了我的工作就等于要我爸妈的命啊！陈梨花，你在学校时看到死猫死狗都会掉眼泪，你不会狠心看我全家去死吧？我现在看了死猫死狗也会哭。你会原谅我，对吗？不，我不原谅你，但我会在你付出代价后，为你家人养育你这么个废物，难过的落几滴泪。袁悠悠惊诧地看着梨花，不太明白他的意思。我同情你的父母，没有教育出一个三观端正的孩子，我也会为你错误的选择感到可惜，但这跟我要报复你是2条平行线，不发生任何关系。你耍我？并没有，我是很认真地表达我的态度。你想逼死我？你想让我死？是你自己作死，给我下药时考虑过你父母的感受吗？你明知道父母有病，却还做出了这样的事。天空飘起了小雪花，于川给梨花比了个加快速度的手势，他可不想让媳妇和妹妹挨冻。梨花心头一暖，抬头看向飘雪的天空。陈梨花，我今年才20啊，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你不能让我这么年轻就背个污点。我被开除后还能做什么？是啊，20岁，多好的年华，你为什么在这么好的年华做这么恶心的事呢？你给我下药的时候，想过我也才20岁吗？想过我的人生会因你发生变化吗？袁悠悠哽了几秒，正想反驳，梨花拦住他。我没有耐心听你狡辩，从来没有一双耳朵是能够被嘴巴真正说服的。我现在给你2个选择：第一，你自己从报社辞职，认真给我道歉，你我的账自此两清；第2个是什么？他不愿意放弃这份得来不易的铁饭碗。第2，我给你踢出去，你认真的给我道歉，你我的账是我心情决定要不要两清。这不都一样？你耍我？不一样的，你主动承认错误，我消火的概率会比较大。我火消了，你我就是路人，我不会再报复你。你真该庆幸，你惹的是我，而不是我男人。袁悠悠退后一步，表情扭曲的对着梨花骂道：陈梨花，你自己没有能力找到好工作，跑过来嫉妒我有什么用？你真有证据就去告，你去闹，我就不信时间过去这么久了，你还能有什么证据？唉，看来你放弃第1种选择了。你少故弄玄虚，我不怕你，你这种没有出息的窝囊废，活该过得不好，你注定一无所有。袁悠悠骂完，快步的离开。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啊！于川黑着脸的走过来，满脸杀气。那丑女人骂你，你就这么忍着？让人骂还笑得出来？冻傻了？我笑啊，以后我不用做噩梦了，你知道吗？我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原谅自己。为什么？我觉得自己20岁时活得很傻，我恨自己总是被别人算计，我无法原谅曾经愚蠢的自己。刚才直面袁悠悠，梨花觉得自己心态不一样了。我发现那些坏心眼的人也没有比我聪明，他们也很蠢，之所以能得手，只是因为他做人更没有底线。放弃底线的人总是能利用别人的善良达到自己的目的，那些吃亏的好人并不都是因为蠢，只是过于善良。文绉绉的说啥玩意呢？那我说句你能听懂的，我现在就带着你和娇娇进报社。揍他？揍不揍的就看你心情吧，但那之前我要先让他丢了工作。回咱屯的末班车几点？下午2点，现在是早晨7点50。足够了，半天之内结束战斗，但是我需要你帮忙。哦。梨花凑到他耳边嘀嘀咕咕，他自认这个计划全程高能，但是需要于川对他完全信任。于川听完后沉默下来，梨花有些忐忑地望着他。两手烫湿才肯跑腿？我是有原则的男人，不接受讲价。成交。下午截稿，现在才告诉我没找到翻译。袁悠悠，这是我3天前就告诉你了。主编，城内会小语种翻译的人都不在，我昨天都找了，昨天就找不到人，为什么今天才告诉我？李姐的手用力拍在桌子上，把他拉出去给我埋了。李姐，您消消气。我找不到啊，
我也尽力了。理解，要不我试试？你是陈梨花。想提前观看的家人们，可以在置顶视频左下角超前点播哦。